拿出真智慧，能断除烦恼。冯心聪。前言。佛陀证悟时，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悟。所知障由法执而生，烦恼由我执而生。真智慧是自性实性。即曰：光明智慧灯，照见心法界，欲求真实性，一切魔所见。楞严经知见力之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亦名解脱。六祖云：不见一法求无见，大四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虚空身。闪电。此知之见瞥然心，错任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性灵光常显现。智慧本来是自性中实性的东西，只要打开无明，实相本体光就显现。如同云散太阳光就出来了。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观心至心时，因烦恼习气太厚，才观不进去，这叫观裂我心浮躁，不安定。烦恼无明力量大，所以遇到什么境就转什么心，自在就不自在。自在本体性我所不在，但因无明而覆盖。若能挖出周边无明，智慧就显现。因人的去处不同，藏于深处智慧般若没办法流入，才造成个人命运不同。如六祖大师云：咱们听了几十年还没办法契入本心，挖不到深处的宝藏。听到《金刚经》就契入本心，见自本性。照见，寂而常照，照而常定，就是自性的本体显现，内观其心为常照，外观其行为常定。五蕴色受想行识，五种不同因缘组成的，如能照见五蕴，用本体智慧光内照自见，使五蕴变成空体本性，由空体本性使五蕴皆空，使缘起性空，一切苦厄自然就消失。所谓色空不二境万缘，受空不二心如镜，想空不二时通天，行空不二观自在，时空不二现如来。观世音心经不是叫我们五蕴都空，而是叫我们见而不见，而是闻而未闻。菩萨佛达到此境。咱们智慧的绳子太短，不是业识种子太深重。悟自己的本性，你就打开自己宝藏库，不论是隐还是显，它那光明灵通的本来就出来了。你要打开之前，先了解被什么锁住，是情爱，是名利，是执着，是妄想。当你生病时，医生一定先了解你是什么症状，才有办法对症下药。六祖大师云：世人自性常浮游，如比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者静，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
解，浮云就是动摇不定，不定会使人心累，心累会使昏沉，昏沉要以真理来。观自在空性，使空性出来。空性就是智慧，一有智慧，一切就是照见无惑，那你本自在的大圆净智就出来了，就没有浮云与昏沉。三，妄想是成佛的大障。我们的真如不守自性，随缘结成妄想、妄称、妄念、妄心，刹那不停，胡思乱想，被五欲、财色名食睡所束缚，结成诸烦恼，而不能证得。解，修道要透视自性定位，才不会随风逐浪。解，所谓定位，如同测量路，路中间定位要先出来，如同称就先定位归零。大学，知止而后有定。解，如同建房屋，基座的定位在那里。解，咱们没办法圆其性空，就是我们真如不做主。解，妄想等于思想偏差，妄称自性中被神识做主，妄念不正的念头，妄心，智慧本心被盖住。解，外在色声香味触法，都是考验每一个修道人意境。神识都是缘的引导，如果神识找不到缘，神识就回归自性，那就是全妄皆真。神识变成真的，真的就是佛。解，助缘等于能引导你见性，但最后一段要靠悟力。阻缘等于是引导自性越走越黑暗，越痛苦。解，他事情一做成功了，助缘、阻缘都要消灭。解，如同菜瓜藤要到棚上，一定要一支木材的助缘才能上棚上，只要它到棚上都不需要木材。解，如老花眼，眼睛只是一种助，当它完成就不需要。解，如同读书，文字是一种物力的助缘。解，如时神欲缘要转阻缘为助缘，要转时为智，六祖云，转处不留情，真的智慧就出来了。妄想是一种虚妄不实才产生妄想，因为梦想似梦，所以称为梦想，如众生迷时，认为诸法皆真。解，如看空中花。解，如同老花眼看车灯有很多条，车是一条，眼睛的问题，幻化不实。解，如同你幻想我现在当皇帝，还是大富翁，拥有美女轿车。如果你透视一切都是佛性，那你的妄想就会变真实性。见天是佛性，见地是佛性，完全都是佛性。解，没有一项不是佛性生的，自性充虚空变法界。解，空不是你所看到的空，你所看到的空是玩空，会被占满。解，如同一个杯子里的空，但水一进去就被占满。但是自性空是不被占满的。解，不要认空为虚空，不要认蛇为鳝鱼，不要认败草为稻穗，不要认是神为佛性。初步修道时，心动就是妄想心，就是生死心，不动是清净心。如果修到大菩
萨境界，心境是清净心，心动而对一切事物分别时，也是清净心，并不是妄想心。它完全是清净心。解，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解，卧轮，拿佛道当邪道，不清不楚。解，要一心不乱的木石，如同看到一位美女心动，但眼不是控制眼睛，不见。解，这种修道是妄分别。六祖云，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作魔常。解，修道不是一心不动，如只是一心不动变成一个植物人。解，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这两句话就是真妄不分，真的却是妄，妄的却是真，真妄合成一个心，对境心竖起也是一个心，不断百思想也是一个心。你说是真心，但妄心在做事；你说是妄心，但却真心做主。这里没有妄，没有真，但妄在里面，真也在里面。做事是妄心，不动是真心。四，执着是自信的锁链。执着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执着是自己拿绳子绑自己的身。世间最沉重的枷锁是我执。所谓我执自信被占有。故事有一位和尚，因为化缘路上见到一位超美女，于执在心念，每次打坐均见美女相，数十年如一日。一直到往生断气前，一直无法脱躯而去。其师兄知道此事情，请来当年姑娘。岂知美女已变阿婆，皱皮加病容，终让师父当下透视一生无常，而即刻往生。解，基础请阿三宝送给他来，执在念珠。执成病，者成魔，身心动念即乖离法体。解，如金币封，若人欲拿金币封，除非锁链锁虚空，虚空若能锁得住，再来捉我金币封。解，如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如要换调位，有的大哭，有的大怒，放不下高官爵位。解，如咱们修办道要做什么职位，要值什么位，都是病魔，都是离开修道本体。喜欢说我这个人就是的人，觉悟的日子非常的遥远。解，佛陀云，四相，你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执无法破，法执无法灭，那怎么见如来呢？固执的人用不着对他多费口舌，失败教训会叫他回头来找你。解，这一句话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解，人往往都是偏差的执见，造成没办法收舍。凡夫着相，心逐境有，常迷不觉。解，这相就是你的思想先入东西。解，错误的执相，比还没有懂更痛苦。解，就如同后学前执在鸽子，每天都追鸽子，永远是痛苦。解，如王经理时常说，后学华语不准，以前在老师所教的发音，如同在学泰语先入不准的音标很难改。一切万法由心生，
心生万法，力化众生，为万善行万善，而不执万善，是名理念。解，凡夫迷昧，皆执着于一切虚而不实、妄而不真的假象上，由于心有所住，而起心动念，于是产生善恶分别心等等。5. 结论。六祖云：一大事者，佛知之见也。世人外达着相，内迷于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者，悟此法，一念心开，是谓开佛之见，即是断见思惑，断尘沙惑，断无明惑。这就是大彻大悟，何来诸烦恼呢？开小悟，即是断见思惑；开中悟，即是断尘沙惑；开大悟，即是断无明惑。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提升自我，克服修道障碍。编辑部。1. 前言。庄严是修道人的显现，气质是修道人的内在，不怕苦是修道人的本色，不迷惑是修道人的眼光。提升自我，才能认清修道的本质。克服修道障碍，是在识透脾气毛病的真实面目。2. 提升自我。自信自度佛不能度，唯有提升自我，才能自信自度。道是引进，其修在个人。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A. 提升自我之法。理实心空。理是法，空是体，了义谓之理，了实之义妄自，知行合一，因法入体，自我在其中。学道者志在知理，修道者意在明理，明理则心居理，心居理则欲浅，不染万境，真性常自在。一念修行。修道之根本在于心念，念起是修道的契机，亦是障碍的起始。人皆在境中起念，不知念起修行。知念是修道者应有的理念，转念是修道者应具备的火候。无念是修道者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知念转念无念，是在一念修行中不断的历练。六祖云：一念于极般若觉，一念至极般若身。3. 克服修道障碍。障碍的本身不是正面与负面能克服的，是正面逆境增上缘不能克服的事。负面向下沉沦，流浪生死，认识障碍，才能克服障碍。不正确修道思想。道场的是非、人事的考验，源于思想认知不同，内在思想障碍，制造整个环境障碍。修道的本质应回归自然的现象，是在改造思想，净化人心。道场的教育班次、活动策略，亦是实现此一宗旨。离开了此宗旨，将面临未来更多障碍。道场是生命共同体，修道是维护本性的尊严。办道是帮助同修同道的一个方便法门。修道应时刻反观自省，是在厘清修道思想的正确性。
办道应时刻，谨言慎行，是在扶持同修道的方向感。思想决定未来的去处，决定本身的命运，决定道场的兴衰，决定生死的关头。故师尊云，物质是科技的层次，生活是感情的层次，修道是思想的层次。我们是修道者，不可不知自己的思想，想什么，做什么，是否合天心。不知了愿消业，业是什么？是一种事实现象，心理精神的导向，很难摆脱的一种执着，又是心魔的化身，指挥贪、嗔、痴、玩弄自信。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看不开与放不下？脾气毛病为什么有那么的难改与调伏？世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无奈与无助？其实都是业力的牵缠。愿是什么？是原来的心，是一种发心，产生使命感，执行生命的潜能，是一种意念集中，智慧油然而生，用之了了分明，办道尽心。人生业多怨少是一种悲哀，人生业多怨多是一种坚强，人生业多怨多是一种根基。愿能抵业，愿最大的心境是原来的心，本心无心，无心则业无主，业无主事，根本消业。不懂随缘自在。环境是修道的活经典，经典是修道的资料库。随缘是修道者应有的方便，自在是修道者基本境界。随缘自在是火宅修行的守则，福慧双修的不二法门，进入菩萨行的契机。逢苦不忧，连出污泥而不染，和而不流等境界，都必须应有随缘自在的基本概念。现实环境中存在一种等差的距离，是所谓的富贵贫贱，而在随缘中有一种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名顺于道，自然快乐自在。我们后天的环境与先天的环境会越来越不好，因为真修实练的修道者越来越少，我们更要如何随缘自在？过去禅师曾云：云何共住？答：和其光，不同其业，同处不同住。经云：随流而性长也，只如学道者，自谓大事因缘解脱之事，具悟轻未学。尽学如佛，不高己德，不及彼能，自察于行，不举他过，于一切处，悉皆无妨，自然快乐。4. 结论：修道者应有一股强烈的危机意识，不修则生死轮回，提升自我是修道成熟的时机。成熟的修道者用智慧来处理障碍，障碍是过程，不是难关，自我乃本我，本我是不生不灭，何有障碍？焉用克服？佛曰：仙佛本是凡人作，只怕凡人心不坚。认识道场。编辑部。1. 前言。由一则故事谈起。您相信世上有上帝的存在吗？对上帝的看法又如何？
宗教与科学存在于尔的今日，当该作何注解？台湾有位何浩若博士，一次在阳明山国防研究院的讲座中报告了一则自己的真实故事。有一次何博士到美国普林斯顿去拜访，也会见了爱因斯坦博士。何博士见机向爱因斯坦请教宇宙间真有上帝吗？爱因斯坦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反倒问起何博士我桌上的茶是谁倒的？何博士答道，当然是您倒的呢。爱因斯坦又说，是，一定是要有人倒，那我再请问几个问题。鸽子是谁替它装上小巧精确的罗盘针，让它东南西北飞翔自如？蝙蝠是谁替它装上灵敏的小雷达，让它在幽静黑夜里飞行无阻？蚊子的翅膀是谁使它在每秒钟能震动300次？我的手表是世界最有名的瑞士手表，每年还会误差个几秒钟。但是天上日月星辰是谁设计、制造、摆设，让它运转了几千万亿年，至今仍然是一年四季无误，甚至于小至原子细胞的运转和生化，中至太阳系的运转和负载，大至宙宇无以计数千百万亿的行星运行，是谁让它这么自然自在地运行呢？此时何博士忽然醒悟地说，对呀，我虽然书读的那么多，为何从未想到这些问题？各位同学，聪明如你，能否告诉我们，上述几点问题是谁巧妙的安排与设计？是你？是我？还是上帝？佛陀的机会教育。有段佛经故事这么记载，有一天，一位贫穷的老妇人向释迦牟尼佛顶礼后说，我想要问佛陀一些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佛陀慈悲地说，你可以问任何问题？于是贫穷的老妇人问着佛陀，人的生命究竟是从什么地方而来？而来了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衰老又是从什么地方而来？而后来又去向何处了呢？我们身体的种种病痛是从何处来？而痊愈之后，病痛又走向何处？又如死亡是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生老病死，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色、痛痒、思想、生死、识等都是从那里来，又往那里去？还有眼、耳、鼻、口、身、心又是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是老女人经中的一段，这位老者所问的问题恐怕不只是科学家无法回答，医学家、哲学家亦无从解释，然而佛陀如是的回答善哉。你问的真是大快人心。生命是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至；衰老是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至；病痛是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至；
死亡是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致。色痛痒思想生死时等，本是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致。眼耳鼻口身心亦是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致。佛陀开导，一切诸法那都是如此魔所从来，去亦魔所致。就譬如两只木头相钻会生出火来，而所生的这个火又把木头给烧了，而当两只木头都烧光时，火又灭了。世间一切法相都如木生火，而火烧木一样，木火实无来处，亦无归处。如是缘起缘灭，人有了生老病死四时，有了春夏秋冬的循环，天地有生杀消长的定律，生命有了贪嗔痴，便有了轮转。二、天命之传承。于是乎，历代圣佛神真频频道庄下凡，就只为众生能突破尘缘醒悟迷津，上天的好生之德，降下大道。今天咱们师尊师母秉承上天之灵命，弥勒祖师之慈命，将弥勒祖师历经由无量岁月集结诸佛如来所证的无上妙道，在上天天命的慈允下，经由庄严微妙的传道仪式，普令三曹众生踏上还乡绝路，其返彼天。这不仅是咱们个人一己之大事，更是攸关咱们九玄七祖甚至天下苍生的一大事。于此感谢天恩师的同时，当该好好体认道场，认识咱们一贯道。三、何谓一贯道？一贯道并不是个人构思出来的思想理论，也不人为造作出来的宗教信仰，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历来大智慧者圣贤先佛们承愿应运所开展出神圣性、普遍性且永恒性的天道及一贯道，是宇宙一切的总根源。诚如清净经所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可见道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天若无道，日月星辰则乱，四时无序。德若无道，山崩川倒海水河；人若无道，便纲常大乱，罪恶不断。故天道应在人身上，在人则称之为良心善性，亦如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这良心善性，则是咱们生命能生发意义的源头，亦是生命能突破有限转成无限的活水。在体性上而言，此一良心善性是生命的主宰，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亦即人人本来都已具足。佛陀当年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之言，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言所悟亦是圣凡同体之良心善性，此乃一贯之体。在相用上而言，此一良心善性是德性的根源，是天理的呈现。此等生命之机之呈现，亦如孔子之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透过克己复礼之修行功夫而真至归人之生命境界，此乃一贯之用。
4. 道统。道即一贯，为让众生不再堕入四生六道、生死苦海轮转之苦，于是接续正宗道脉慧命的传道团体，便在一贯道之道场开展出来。它是古道新生正宗，在正道的传承有代代相传、脉脉相续的道统，而名师是接续道统的人。国父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中国之道统也。孔子后道统渐至西迁，释迦佛应运至28代祖达摩祖师老水还朝为东方出祖，至今传至第18代即师尊。师母于民国19年在山东省统领天命替天传道，其中东西方的接演系数如下：东方前18代祖，伏羲氏神农氏轩辕，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伊尹商汤姜太公望，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孔子颜回、曾参，子思孟子。西方28代祖，释迦佛接演道统为佛家始祖，摩诃迦叶阿难商那合修，优婆多提多迦卢遮迦，婆须密多佛陀难提佛陀密多。尊者复那夜奢玛明大士，迦毗摩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罗多僧迦难提迦耶舍多，鸠摩罗多舍夜多婆修盘头，摩那罗赫勒那狮子，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罗，菩提达摩。东方后18代祖，达摩祖、神光祖、僧璨祖，道信祖、弘忍祖、慧能祖，白玉禅祖、马端阳祖，罗卫群祖、黄德辉祖、吴敬陵祖，贺勒苦祖、元退安祖，杨海虚祖、徐海武祖、徐阳祖，尧贺天祖、王觉一祖、刘清虚祖，陆中一祖、张天然祖、孙惠明祖。以上所述代代相传的道统，均是师师密付本心，佛为传本体的口传心。应之法，若非大根器、大德者，怎能得受心应之法？又因凭个人根器的钝力的受，所以它是不传六耳，单传独受，也只有的受信理心法的人才能传承道统。5. 白羊岐之祖师。老祖师是白羊出祖，姓陆，会中医，号通理子，乃弥勒古佛之化身。于清咸丰3年癸丑2月24日午时，诞生于山东济宁城，年30接掌天命奉命长。白羊道盘于民国14年2月2日升天成道，享寿76岁。活佛恩师是白羊二祖，姓张，讳魁生，字光弼，道号天然，是济公活佛化身，奉命掌白羊道盘。山东济宁城双流店人，生于清光绪15年乙丑7月19日，民国36年8月15日仲秋夜仙逝，享年59岁。老敕封为天然。古佛月会师母亦是白羊二祖，子系祖，姓孙，讳素贞，道号慧明，乃月会菩萨之
化身，奉命长白杨道涵，山东省丹县人，生于清光绪21年8月28日。民国64年7月23日归空，享年81岁。老敕封为中华圣母。目前，咱们在祖师爷之宏愿和师尊、师母大恩大德加倍下，一贯道已传不全。求5大洲30个国家以上，编者按，今已70余国。6. 一贯道的宗旨。一贯道的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士，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乡邻，改恶向善，讲明5伦8德，阐发5教圣人之奥旨，恪遵4为纲，常知古礼，洗心涤虑，借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利人，己达人，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纵观一贯道的宗旨，只要乃在传道，以广救无数众生，是一贯道道。今日用伦常修道培德的自觉要求，其使娑婆世界在一贯道涵摄下，修道生活化。生活修道化，透过积极性的广结善缘，广布福德，行功培德，立愿了愿，真实落实家家弥乐愿，人人净土心的和乐家园，让大同世界不再是空中楼阁，人间天堂，也不再是海市蜃楼。7. 一贯道的使命。一贯道的宗旨蕴含着慈心慧愿的精神，此一慈心慧愿不只通用于现实人间，且可普渡三曹：天曹、地曹、人曹，即如道场常慈事者，上渡河汉星斗，弃天神仙，中渡人间善男信女芸芸苍生，下渡的抚幽冥鬼魂恶鬼畜生，即通称的三曹普渡，在现实人间开办三曹大事。此不可思议的天命大事，实属难能可贵之殊胜因缘。今天逢此天恩师德加倍之下，信受真传，更当闪守10条大愿，效法老前人开荒产道之精神，点传师护道卫道之苦心，即引保前贤的慈心慧愿，以共和弥勒家业，分担普渡收缘的神圣使命。8. 身为学生的我们可发挥什么才华和承担何种职责？涵养内德，方能代天宣化。论语泰伯篇第8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教且令，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雍也篇第6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篇第6子曰：直胜文则也，文胜直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上述3点，可知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欧洲人，乃至日本人等，其原因不在学过什么知识、科目，提高多少国民所得，而在接受了怎样的人格教育，由小学到大学至社会学，在这里形成了咱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意
凝聚了特有的风格和人文特质，而一贯道弟子之所以是一贯道弟子，而不是佛教徒、基督徒等，原因不在于我们在道场中愿了多少财师，做了多少道务，成全了多少道亲，现职是坛主，是人才，是讲师，乃在于咱们由内而外所流露出那一股无畏、牺牲、奉献、感恩、忏悔的涵养和精神气度，以及透过修行、反省，我们的德性生命提升了多少。故学生学的是什么？经由孔子和哀公的对话中，可了解中国学问基本上是注重德性之学，而非重视知识之学。有如孔子之言好学的标准，不是国文100分、数学100分、英文100分，而是不迁怒、不贰过的人格修养。由此较能体会何以纵有周公之才之美，始教，且令其余不足观也。今日大道普传，老大发慈悲，我们才有机会共同和丹弥勒家业，代天宣化，实质做到广救无数众生的神圣使命，而何丹的精神重点，则当以培德为要，方不负天恩师德，发挥专长，才能各尽所能。因应2年的今天，社会乃至于国际间所呈现的风貌是多元化的发展，而每个人的环境因缘及先天后天的禀赋与学习，则有不同的特长与才艺。虽然我们年纪小，经验历练均不足，但是经由学校教育、个人家庭环境培养，只要好好学习，都是奠定将来办道行道的资产，然后依据个人的专长和毅力，都可在道场体制的运作下行功乐愿，悲智双运，做个内圣外王的修行楷模，文质彬彬的修道君子。9. 结论：佛陀的生日礼物。有一天，佛陀的弟子们热切商讨着，再过几天就是佛诞日，要用什么来表达心中对佛陀的敬意。有人提议写一首赞诗献给佛陀，有人说把信徒供养的上等袈裟作为生日礼物，有人则准备当天用美妙的歌声赞叹佛陀的恩德。弟子们个个因此绞尽脑汁，就希望能给佛陀一份惊喜。佛陀看出弟子们3、5成群聚集商讨的心，理解弟子们事事因而漫不经心。佛陀于是在诸弟子起食完毕，请阿难召集大家，在讲堂内，佛陀慈悲地环视满座的大众，问着：几日来，大家为何心神不宁？在禅坐自审时，散漫不专心，是什么干扰了宁静的心湖？弟子们默默不语。佛陀审思几分钟后，见弟子个个人三缄其口，于是说着：你们不肯说出原因，那就是我教导无能，使你们心有所惧。因此，我应当自我处罚，7日内水泥不进，不离此座。
弟子们听到佛陀将7日绝食，只好说出事情始末。佛陀叹了一口气说：你们用赞诗、歌咏、上好袈裟来庆祝佛的生日，这是不知法的，因为佛遍一切处，只要听闻一句一记，行化一言一行，便是佛的化身。要如何感谢佛陀恩德？将老师所教所行的言语抄写于竹帛或一切音乐之具，歌赞咏叹，供养世间的珍玩宝贝，饮食百味都不能报答佛恩于10000分之一。真正感恩报恩的修行人当如是。感念、感恩生命中领航的人，自己当下当生发善心、善念，将自己化成人海中的一盏灯，指引夜行人，化作一艘法船，给浮沈于苦海中有缘无缘的兄弟姐妹登上彼岸，如此方式报答天恩师德。具体的行为回应，更不负自己此生此行来趟人间。此篇为2年学界成长引之教材，历代祖师介绍。王子，第2代祖师神农大帝，图4。神农大帝系上古3皇之一，世称炎帝，又有列山氏、伊岐氏、大庭氏、魁氏等称号，民间称谓上有先农、先帝爷、五谷先、先帝、药王大帝、开天炎帝、五谷王、五谷先、五谷大帝、肃母王、田祖、田主、土神等。炎帝既是古代圣君，自然也有一段感生神话，有乔氏之女方登，少典之妃子往华阳山出游求子时，方登有龙之感，因而生神农，人身牛首，长于江水，故谓姜姓，以火得王天下，故谓炎帝。太阳神而兼农业之神的炎帝，据说他刚刚诞生下来，在他诞生的周围，完全不需要半点人力，自然就涌现了9眼井，而且这9眼井的水还是彼此相连。若是汲取其中1眼井的水，其他8眼井的水都会波动起来。又说，当他要教人民播种五谷的时候，从天空中便纷纷落下来许多谷种，他就把这些谷种收集了来，播种在开垦过的田地上，以后才有了工人们食用的五谷。又还有更美丽的说法，说那时候有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一禾苗，飞过天空，穗上的谷粒坠落在地上的，炎帝便把它们拾起来，种在田间，以后便长成又高又大的葭谷。这种葭谷，人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还可以长生不死。不管这些传说怎样，总而言之，都意味着神农时代的人民已经学会把野生的谷物用人工种植起来了。谷物的增加还有赖于工具的改良，所以神农氏的一个大贡献就是木卫、柔木卫垒，垒耨之力以教天下，农具的制作、改良，配合稻谷、杂粮的品种的增多，农业的发展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牛首的神
农事象征中华民族懂得将野牛变成耕牛，有了农业生产，自然就可结束迁徙无定的游牧生活，而建立了较为固定的家园。生活安定之后，自然就会发生交易的关系。义系辞又称颂他的贡献：日中卫士，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帝更定日中卫士，创设市禅，并制定权度量数，作为物质轻重、长短、多寡、损益及价值贵贱的衡量标准，使百姓互通货财，建立经济基础，改善出民生活，此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形态。神农可说是最早提倡生态保育者，其在春夏正逢动物繁殖之时，要求百姓不得滥杀，使万物得以繁衍生长，并择平地，四面筑墙，在其中耕作，谓之谷城。且将稻子耕作收割一次的周期称为一季，此后农民作息规律，谷仓丰盈。据说中国的酒也与神农氏相关，沿西南方之农民以米为食，偶然发现隔数日未食的米发酵出甘美浆水，便献给神农，对百药精通的神农饮后赞不绝口，认为此物能通血脉、后肠胃、养皮肤肝，且可御风寒瘴痢，遂奖励民众多用谷类、水果制造，命名为酒。神农虽引领百姓越过兽原原始时代，进入垦辟草来耕土、播种五谷的农业生活，但是仍有不少百姓为疾病所苦，于是神农便尝百草，传说他曾经用了一种神鞭，叫做者鞭的，来鞭打各种各样的药草，这些药草经过者鞭一鞭，它们有毒无毒，或寒或热，各种性质都自然地呈露出来，他就根据这些药草的不同秉性，给人们治病。另一种传说则是他亲自去尝了各种各样的药草，为了尝药辨其良恶药性，曾一日中毒70余次，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也因此而知数种毒草交参，可得调和作用，共得360味药草，分寒热温平4等级，甘、辛、咸、苦、淡、酸6味，可治400多种疾病，从此人民不畏疾疫，渐渐达到滋生延年的目的。所以后世传说关于他在医药这方面的遗迹，尝药和编药二者并存。据说神农帝发现帝皇的经过如下：神农曾拒绝为众人亡，策杖遁入山林，7日未食，饥饿难耐，便掘地中黄色球形之物止饥，食后发现血气调和，脉息平顺，便称之为地黄。后又的一生黄色块状物，该物能生金止渴，命名曰黄金。此二物至今仍被视为极好的中药材。又据传神农在太医黄仁处获得《天元预测》一书，知人因疾病所侵，天命有限，遂于草本之中寻药食相救。由于神农身躯透明，可见药效所达之处，在竹
亦登录于册，中国之医道便自始而立。可惜据说神农因误食因子，肚肠变得漆黑，如墨，再也无法观察药物进入腹中所生的变化，从而中辍了草药实验工作，不然，中国医药之学将更为发达。神农帝亲尝百草，鉴别其平毒寒温个性而加以柔和饮用，作为医治人民疾病的良方，共得360物，以应周天之术，后世传成魏书，谓之神农本草，因而神农帝又有药王之尊称。神农当初策杖遁入山林其间，见大树盘根错节，纵横曲折，连理交织，许多猛兽飞禽藏匿其中，危害百姓甚巨。神农便纵火烧林，火势绵延四野，丛林杂草焚烧殆尽，一举消灭野兽害虫，百姓得以安居，因此尊称神农为火帝。然而，自神农烧林之后，西北土壤焦黑一片，川结山崩，连年不雨，神农便叫西北居民种植根茎植物，暂时疏解粮困问题。一日，有人自称为赤松子，其人身披草，领下系皮裙，指甲长如利剪，蓬首垢面，遍身覆盖黄毛，手5、6只，举止古怪，声称可解决西北焦土一事。神农依礼请教解救之道，赤松子便解下腰间的盆子，盛满清水，行至高丘处，以柳枝蘸水向下便洒，不久，雾起云生，大雨沛然，使原本干枯的河谷泉涌而出，大地又恢复生机，而赤松子自雨中走来，却逼雨未沾。原来赤松子即雨师，曾于王屋修炼多年，能呼风唤雨，得知神农圣名，特来解救民困。日月叠替，释放光明，然而若逢阴晦之夜，则天地一片黑暗，造成诸多不便。神农有感于此，于是将油脂植物冲至油膏，再将油膏浇筑草制灯蕊，做成简单的细烛，作为夜间的照明工具，更用以礼敬神明，祝告天地。神农又立5官掌火，是天火为春官，纯火为夏官，西火为秋官，北火为冬官，中火为中官，5官各司其职，故人民将火帝之名改尊为炎帝，而辅佐他治天下的便是代表光明和温暖的火神祝融。神农以为民能享万物，皆得自于神明之赐予，遂规定田氏告成后，于12月举行8祭，皆与农事有关，称腊祭，即后世所谓的天子八腊。弃于汉朝，因感念神农启迪农色之功，首以太牢之礼祭祀。太牢系以牛、羊、猪3牲为祭品，为祭祀之最治理，后又因牛有功于农，而改以羊祭，或说因神农是牛首人身，所以不以牛祭。清雍正年间设立先农坛，每年由地方官律老农制祭，场面盛大，而历代天子每年首祭即为其农之祭，神农祭典备受尊崇，由此可见。
至今神农庙宇遍历各地，仲春元曰，仲秋即时成寺。而台湾民间神的庙宇达100余座，并以农历4月面重奉神农地由其前进，以神农氏为主，4、6日为神农统一圣诞祭日，祭典依循古礼进行，庄严隆重，表达炎黄子孙的感恩之情。此外，由于神农地较稼穑，尝百草，做灯火，爱民如子之风范深入人心，因而农民、药商、粮商、医师等皆奉其为职业，守护神或祖师爷。神农大帝造型多样，有头角峥嵘、袒胸露背、腰围树叶、赤手显足、手持稻穗之原始造型，也有仪表如庄稼汉、质朴亲切之神貌，更有白、黑、红3种不同颜面之神像，用以表达神农地较耕稼、尝百草、纵火烧林之事迹，或说神农因尝百草、依药草之良毒而变色，故有白、黑、红颜面呈现。随着工商时代来临，以农立国的单一性已被多元化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然而对于神农地启迪之功，后世子民仍应永志不忘。民以食为天，在一饮一食之中，应怀抱感恩之情矣。谢天地赋予之恩，谢先贤乾德遗绍，谢所有中国先民呕心沥血地为我们立下根。对于神农氏的承传天命，除了上述《易经》系辞传有一般记载，包悉是末神农氏作外，另附有下列陈述：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即无不利。夫亦圣人所以极深而言机也，为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治，为机也故能成天下之物。足见神农氏的承传天命，除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担任重要的物质教导外，更进一步以义道的精神来化世。他先稳定了世人民生物资之所需，进而教育世人天人合一的变通之道。一本足以化万书，万书更可归于一本，因为透过言己而悟通宇宙真理，自然可以达乎通天下之治，成天下之物的圣人境界，与道相通了。易经研究，陈永红。第2节，学易3部曲及易的命名。1、学易3部曲，初学阶段、困学阶段、豁然阶段。就一般人研习易经的角度论，就悟道的过程论，就人生的过程论，就自然的现象论，就学习易经的过程论。2、易的命名。易即西易论，触类旁通法，就文王圣人穷、变、通、久的道理论，就一天12时的角度论，就一年12月的角度论，就意象12月辟卦论，就10天干、12地支论。10天干，甲旦乙干，丙小肠，丁辛戊未，己皮香，庚属大肠，辛是肺，壬是膀胱鬼、肾脏。12地支，
人生血气，日月行，平淡饮食，起肺经。卯至大肠，辰在胃，巳即归脾，午在心。胃生小肠，膀胱胃，有时血流到肾经。虚亥包络，三焦血，子胆丑肝，要认清。就身体之运行论医学，健康四大要件。A. 均衡的营养。五大类：青色、红色、白色、黑色、黄色。三少：脂肪少，油炸类少吃，盐少；罐头类、烟类少吃，糖少，糖类少吃。三通：心智通，血气通，大小便通。B. 适当的运动。C. 调适心情。D. 生活起居正常。就一运12事的角度论，就一元12会的哲理论，就伏羲先天64卦原图论，就社会的趋势论，就天道的角度论，就人生的哲理论，就12生肖位次之排列，以12生肖之序，首位为鼠，鼠的前脚为4指，后脚为5指。在动物中为有鼠与猪血管，以亥猪之位，先天为纯阳之干卦，易中言辰皆指干元之象，干元之象内无阴，而血属阴，然猪不能无血，故天道以猪无血管显示之。人之手，指以大拇指最大，则大拇指由父，余之4指由子。老鼠无大指，是属为子，为后。天之子，为地上生物之首，故以子属为首位。由子再推一位为牛，牛之指为2，为双数。顺推一位为虎，虎有5指，是单数。再顺推一位为兔，卯兔与辰龙，居地出正之凶，或曰居先后天交接之位。卯为后天始生之位，辰为后天始动之位。卯者兔也，兔是其物谓有形。长者辰龙谓无形，即阳也，性也。以排在后天始动之位，是人物之动势资于正之阳。月之俗名又称玉兔，月必得日之光而有名，以兔排在正卦之位，是有之生命的正之阳始有生命，是以正称之为后天之始，更名后天者，包括有形无形，道间主宾。由龙再顺推一位为蛇，或称小龙。蛇无足应为双数，故进一位为马。以蛇与龙并列在一起，亦有其意，是以12生肖之中，有意有形之物进化成有足之无形之物，以达成飞龙在天之道。12生肖是按脚趾单双数之序，顺时钟之序排列的。兹以午马为起点数起，马之蹄只有1指，是单数。顺推一位为阳，而阳之蹄有2指，2为双数。再顺推一位为猴，猴的手指与人相，为5指，又为单数。再推一位为鸡，鸡的脚趾为4，为双数。再推一位为猪，猪的脚趾为4，是为双数。
意象日月论，触类旁通法，就文王后天八卦坎离的道理论，就佛教宗旨明心见性的角度论，就人生的哲理论，就天道的哲理论，以及上日下物论，触类旁通法，就自然的现象论，就孔子生生之谓义的角度论，就人生的哲理论，就象棋的角度论，就天道的哲理论。3. 结论。生卦彖曰：容以时生吉象曰：积小以高大。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道学用语词汇。礼仪章。义即一切，一是最少，一切是最多，义即一切是指多或少一样，没有分别的义。义假一切假，当修空假中三观之假观时，应观不只是假才是假，就是空和中也，都是假。义超直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思。义成法界，一粒为成等于一个法界。义成不染，比喻六根清净之意。一净三谛，又名圆融三谛，或不思议三谛，即空假中三谛圆融于一净的意思。一贯道，一贯道者，其意甚深，其理至妙。简言之，义即是无极之真，先天之妙，至神至明，亦名之曰理。贯即贯彻一切之意，由无贯有，由始贯终之无极致。理，因此贯理彻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各具此理，故曰一贯。所谓道者，路也，亦即理也。万事万物莫不有是路，亦莫不有是理。合乎理者，即合乎道，为于理者必备乎道。故一贯道者，合而言之，则是由一贯彻天地万物。万事万类无极之真理，亦即是由一而贯通天地古今中外，普救众生之光明大道。行于大道，则能反害至善；行于邪途，则必遭沦堕众劫。总之，天地万物，未有出乎一贯之道者。在2500余年前，老慈悲命孔圣、水晶子降生于中国周末，安排未来天道大开普度儒家应运，如运复兴，故在孔圣当时即曰：吾道亦一贯之。故继此运使老即赐名一贯。故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护，何莫由私道？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佛说阿弥陀经的别名，因阿弥陀经为一切诸佛所护持合意念。一切法第一彼岸，梵语波罗，意为彼岸，此岸指生灭，彼岸指不生不灭的涅槃。一切法，法相有生有灭，法性则无生无灭，既然常住，是最上究竟境界，与涅槃相应，故称一切法第一彼岸。一切佛会，指莲华胎藏界会也。一切人中尊，称毗卢遮那如来也。一切如来定，称大空三昧也。一切智慧者，称大日如来也。一位一切位，言的一位，则同时的一切位也。一枝花，禅家语，
为金波罗华为一枝花。一持，受持一佛名及一经名曰一持。一乘妙文，指法华经文而言。一乘妙典，法华经之别名，另称一乘妙经。一叶观音，萨三观音之一，因沉于一片莲叶中而得名。一虚，指一样空之事也。亦无碍道，往生论著曰一道者，亦无碍道也。无碍者，谓之生死即是涅槃。一比三里，会佛像写经文每一比3-4礼拜也。一记，彼此二边无分别也。一障者，又名自性，欲本有之见修二过，无始无明也。一团心时，同密教所说的肉团心。父母所生血肉身中之一团，其状似莲花开合。知心脏为意识之所存者，故遂以心脏直解一团之心识也。一增一减，经节之间人受一增一减也。一律，专一心律也。一断一切断，谓断一烦恼，即有断一切烦恼之道理也。一魔万见，只为少之恶，亦极可怕而言。一体三身自性佛，于己色身内归依法报化三身佛也。见六祖坛经。二化。二入，理入与行入。理入是由理性着手，密求真本，入佛之见；行入是由实践着手，实践修心，磨练意志。二力，自力与他力。自力是众生本身的界定慧三学，他力是佛菩萨的愿力加倍。二凡，内凡与外凡。内凡是快要进入圣位的人，外凡是刚闻教起信的人。二土，净土与秽土。净土是诸佛清净的国土，秽土是众生污秽的国土。报土与化土。报土是诸佛报身所住的国土，化土是诸佛化身所住的国土。二心，真心与妄心。真心是众生本具有的如来藏心，真净妙明，离一切的妄想。妄心就是虚妄的心，常起妄念而生种种的境界。定心与散心。定心是禅定的心，也是修定善的心。散心是散乱的心，也是修散善的心。二分，春分及秋分。二如，随缘真如与不变真如。随缘真如是一种不守自性的真如，它随染缘而生染法，随境愿而生境法。不变真如则是清净本然，虽随缘千差万别的诸法，但它的自性从无变迁。随缘真如如波，不变真如如水，不变之水起波香，但随缘之波并不失水性，以随缘之故，真如即万法；以不变之故，万法即真如。有垢真如与无垢真如。有垢真如是众生所有的真如，无垢真如是诸佛所显的真如。在禅真如与出禅真如。在禅真如是有垢真如的别名，出禅真如是无垢真如的别名。二求的求与命求。的求是众生希求获得快乐，
令求是众生希求获得长命。二忍，众生忍与无生法忍。众生忍是忍受众生的种种加害而不起甜慧的心，无生法忍是安住于无生的法理而不动心。安受苦忍与观察法忍。安受苦忍就是众生忍，观察法忍就是无生法忍、生忍与法忍。生忍是忍受有情的甜骂捶打等凌辱，法忍是忍受寒热风雨饥渴老病等非情的祸害。二行，见行与爱行。见行是见思二惑中的见惑，爱行就是思惑。涅盘经说，人有二种，一者见行，二者爱行。见行之人多修慈悲，爱行之人多修喜舍。以修道在建设人生。编辑部，要转命，先转念。仙佛不一定会给你大富大贵，但会给你最需要的。仙佛比我们还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编案，感恩老慈悲，大道普传全世界。在海外各国的道亲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享受着相同的阳光，一样的在做快乐的传道人。感谢他们分享海外布道的点点滴滴。本篇作者以英文投稿，本刊特邀章。简楷浅显中译，中英文同步刊登，仅此致谢。以由衷的心情，希望能借着这个机会分享我修道的经验。道改变了我的信念，道把我从一个不快乐的、面临家庭破碎的人，变得有信心，且丰富了我的家庭。在认识道之前，我很彷徨，也不了解人生的意义。但在接触道之后，我开始了解，也更感激生命的真谛。在我移居澳洲之前，我在台湾从事的工作是服装设计。在台湾的生活相当忙碌，但却是丰富且有趣。在1996年3月，我全家移民澳洲，因为外子正在接受飞航训练，所以无法停留在澳洲。虽然澳洲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国家，但是和多彩多姿的台湾比较起来还是不一样。我的生活顿时变得灰暗无趣。我从一个有名气的设计师变成了家庭主妇。我开始学习如何烹饪及照顾我的孩子。我变得孤独，也不愉快。我非常想念台湾。每一次我拨电话给人在台湾的外子，我们的对话到最后都会变成争辩。我们很少碰面，但是一碰到面，却又是不断的争执。我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相当不愉快。有一天，我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位中国妇人，她很热忱地和我说话。在异乡里，能听到我熟悉的语言，让我感到又温暖又贴心。我跟随她来到了道院，我很惊讶地发现，佛堂的点传师也是来自台湾。陈点传师很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我告诉
我刚来到澳洲时，我很害怕入眠，因为在台湾，一个妇人带着2个小孩生活是蛮危险的。我总是想着，万一有人闯入，我该怎么办？陈典传师告诉我说，澳洲是个非常安全的国家。他告诉我，如果我修道并心持3宝，佛祖自然会来保佑我及我的家人。我当初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求道，我想先了解再决定是否让孩子们求道。在求道不久后，我的小儿子突然发生气喘，他的喉道因有粘稠物而无法呼吸。我吓坏了且不知所措。我并没有其他家属住在澳洲，但我想到亲们都相当热心，所以我拨电话给陈典传师请他帮忙。陈典传师马上请另1位道亲载我们到医院。很幸运的，我的小儿子获救。医生说，要是我们晚1分钟送医院，我的小儿子有可能会丧命。我非常的感激道亲们的帮忙。这也是我第1次感觉到佛祖的保佑。在我小儿子出院后，我就带他们到佛堂来求神圣的道。我告诉陈典传师，我的2个小孩已经受过其他宗教的洗礼，不能再求道。但是陈典传师说，让这2个孩子求道，成为老的子女会更好。后来这有了印证。求道之后，我的困惑慢慢的沉静下来，我经常去佛堂，我也慢慢的开始了解到生活的意义及道的真谛。开佛堂的机缘，感谢上天老，我在佛堂里认识了王学长。王学长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学生，他非常亲切友善，而且相当健谈。在一次相谈中，他提到家中开佛堂的好处，我有些心动。突然间，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檀香味，而附近也没有人在点燃檀香。檀香味持续了约20分钟。王学长告诉我，闻到檀香味就是有佛祖驾临。他说，佛祖都已经来到你家，你为什么还犹豫呢？后来陈典传师请示一位刚好来到澳洲的领导典传师，他鼓励我开设佛堂。典传师说，既然我有心向道，就可以设立佛堂，老是不会在乎你家里的大小或是需要多华丽的装潢的。陈典传师建议我在农历的1997年8月20日开佛堂，当时我还是再三考虑，所以失去这第1次的机会。虽然如此，我还是非常的坚持我对道的信念。我到很多道庆家开设的佛堂去了解与学习。我一直觉得请道亲来到家里研修道会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家很小，而且没有什么装潢。直到有一天，我的看法改变了。我来到周学长的家，发现他的家和我的很像，只有2个房间和1个客厅。他的佛堂就设在客厅。
里。我突然了解到，在佛祖的眼中是没有贫富的，因为我们都是老所生的。在我自己省思及周学长的鼓励下，我慎重地考虑在家里设立佛堂。我知道我一定要得到外子的认同才能设立佛堂，但是他是个基督徒，也不喜欢檀香味。他说，如果要拜，就到外面拜，不要把神像请到家里来，我不希望家里都是檀香味。为了要得到他的认同，我开始改变我的个性及态度。我曾经是个性很强的人，每次和外子争辩时都只想赢。但他正好相反，是个有耐心的人，他都会用很斯文、很稳重的态度对我。我还记得那一次，我挣扎了许久，以很关切的口吻和他对话。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愣了一下，他很难相信那是我说话的口气。在这之前，甚至在他难得来到澳洲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吵架。但是我决定改变自己，我要把弥勒祖师和其他道亲给我的笑容，我也要反映出来并微笑以待。外子也注意到我求道后的种种改变。在感恩节那天，我们在白白感激老师，我告诉陈典传师我想要在家里设立佛堂。那天我和外子通电话征求他的同意，那时他正在睡觉。我问他，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你是清醒的吗？我继续说，坐好，仔细听好，在我说完之前别跌倒。他说，我正等着你说。我平静地告诉他，我要在家里设立佛堂。在一段平静之后，他问，你有想清楚吗？我说，是，我很明白。他说，他尊重我的意见。但我告诉他，既然你已经同意，以后不要反悔。当我把电话挂上，我几乎不敢相信外子竟然同意我的决定。那一晚我睡得很好，而且隔天我很早就醒来。我在阳台晒衣服时，突然又闻到了檀香味，我感觉到很惊奇，因为每次我想到要设佛堂，我就会闻到檀香味。连续3天，只要我站在阳台上，我就会闻到檀香味。把衣服收到柜子后，都还有檀香味。我深信每当我想到佛祖，佛祖也保佑着我，而且就在我身旁。终于在1998年元月念5日，家里的佛堂成立了。那天来了好多的道亲帮忙，我们满怀着高昂的心情，对于道亲们给我的帮助，我相当的感动。我非常感谢陈典传师和 TIANPIN 天品佛堂的道亲们。在家里设立佛堂之后，我感觉到佛祖给我一股无形的保护，我感觉到非常安全。慈悲的弥勒祖师帮我教导我的孩子，
弥勒祖师帮我教导我的孩子。开设佛堂2个月后，我在家里第一次开班讲道，很多道亲都来参加。我的大儿子丹尼在人多时都会耍脾气，并且不懂礼貌，他会乱叫且会用力关门，因为家里很小，所以很容易干扰到别人。每次在开班后，我都会教训他，但他总是不听。但是弥勒祖师帮我教导他。有一次，当我在整理佛堂，确认每一样东西的摆置位子时，丹尼来到我身旁，握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口吻说了一些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再问一次。他转身背对着弥勒祖师，对我说：“弥勒祖师，看起来好凶。”我停顿了一下，看着弥勒祖师的脸，和往常一样，弥勒祖师总是笑脸迎人。我请丹尼再走靠近一点看弥勒祖师。丹尼说：“弥勒祖师真的很生气，且一直瞪着我看。”我领悟到弥勒祖师在教导丹尼，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要丹尼改变他的坏脾气。在那次事件之后，丹尼改变了许多，他不再故意大力关门或乱叫乱闹。我想成典传师说的是对的，他说在家里设立佛堂，佛祖比家长更会教导小孩呢。外子求道的过程，家里的佛堂成立时，外子还没求道，他有自己的看法且不容易被说服。但是我自己的修为却给他很多影响。他说，当他第一次回到家，看到他的妻子及孩子都已经求道，第2次回来，8个月后，全家都已经开始吃素。第3次回来，又过了8个月后，家里已经有佛堂。虽然家里在短短的时间已经改变了许多，却没带给外子不方便。相反的，他觉得整个家变得很温馨和平，他的孩子也变得有礼貌。虽然那时他还没求道，却认同我的信仰，也开始吃素。外子在工作时压力很大，他常说他需要付出2倍的努力，才能达到和他同事一样的成绩。有些同事能力虽然比他差，却升迁的比他快，但是倒也帮助他度过许多困难。自从在家里开设佛堂之后，外子和我的关系也变得更融洽。在他进行飞航考试时，他会要求我帮他祈福，而后他总是会顺利地通过考试。他对道越来越有信心，我慢慢地将他引导上求道之路。有一天，我要他自己祈福，他说他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祈福。我借着这个机会说，当你求道，你就知道如何为自己祈福。但是他心里还没准备好。外子是在国内航线担任副机长，
当他通过所有的考试后，他顺利地成为国外县的机长，他的薪水、福利和工作条件都比以前好。更好的是，他每一个月都能来澳洲一次。经过这些之后，他不再对道有疑虑，在陈典传师的慈悲下，外子于1998年7月面7日求道。在求道了解三宝的课堂，他问了许多问题，而陈典传师亦耐心地答复他。那晚，他睡得很安稳，我把他摇醒，问他求道上的课如何，他眼睛睁大，且似乎在空气中抓东西。他问我，你有看见这房间里充满蓝色的圈圈吗？我以为他还在梦中，我问，你是在说梦话呢？房间里没东西。他作证，但还是继续地抓着空气，并说，真的有很多蓝色的圈圈啊。他说蓝色的圈圈大概持续了3分钟，就全部消失了。隔天，我拨电话告诉了陈典传师，他说蓝色的圈圈可能是代表我之无极和忒之太极。在上过三宝的课之后，道已经存在外子的玄关，里头有着宇宙的真意。慈悲的上天让外子看到并感觉到蓝色的圈圈，却不让他抓住。外子开始慢慢地接触佛堂，也从一些书籍中学习，了解到他的面容也开始有了转变。他以前看起来很像是付出辛苦劳力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很有福气。中国人常说相由心生，因为外子的思想和心态已经在转变，所以他的面容也开始转变，他的工作也顺利多了。设佛堂之后的感触，我来到澳洲已经4年了，佛堂成立也有2年了。回想起来，我的生活改变了许多。我已经不再眷恋在台湾的生活，因为台湾的生活太多竞争，而且不容易的到满足，所以也不容易得到快乐。到让我感到快乐且充实，我比以前更健康。我学会为自己想，也为别人着想。我的个性和我的命运都更进步了，而且我在道院结交了亲切且真心的朋友，我的家庭更融洽。我坦诚在开设佛堂后有一点小怨言。我开始了解到传道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修道初期时，我并没有其他的责任，当有开班的时候，我只要出席，吃个东西，只需要坐着听道理，我不需要付出。但是现在，我了解到每一次的上课，都是别人花了很多心思的成果。道帮我找到我的人生，道将我和我的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道也改变了我的心态和我的命运。陈典传师和其他很多道亲帮助我做了这些改变。我曾经在庙里问神明我的未来，也曾经去算过命。
但是我了解这些都无法改变我的命运，唯有借着修道，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生活，你必须从改变你的心和思想做起。每个人都有佛缘慧根，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慧根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我们都能很虔诚地学习三宝，我们一定能改变自己的脾气，而且会得佛祖的保佑。它不一定能让你成为亿万富翁，但是它一定能给你最需要的东西。它比我们更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道是不能用笔直来形容的。在自己经历后，你才能体验到的珍贵。今天我写下我学习到的经验，也是希望能给您一些我的感觉。如果您还没能接触到，不妨来到佛堂，让自己体验。本文作者为宝光建德澳洲道场坛主。先生任职于航空公司，家庭美满，平常喜好文学，文笔流畅。本文为其修道心路历程，可读性高，可供上徘徊修道边缘朋友参考。从一贯道会讯119期转载。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1、活动预告。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新春志向班，台北。月日新春志向班，花莲。月日一贯道总会年第5届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月日人才在教育青上。月3日95年辅导营。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联合启慧班，国语。2、义和圣堂学界仁德伙食团成立概况。为弘扬圣道，普渡有缘学子，以学生伙食团为媒介，吸引大批大专青年投入道场。伙食团具备修道、办道瑜伽的功能，并以引渡新同学、培育人才及落实生活修持作为其运作方式。学生伙食团是以学校社团组织的方式来吸引成员，每一个伙食团皆有负责的讲师前来领导运作。学界班的发展，因前人与典传师们的支持和领任及学界前们的策划与推动，学员家长的支持与学生社团体系的合作关系，使得学界班学员来源持续不断，不虞匮乏。基于道场会命兴传考量，加于我们单位的主要道务区之发展起源于麻豆，加上邻近设有真理大学、致远管理学院、国立艺术大学及数所高中高职学校，故特选定于麻豆镇内设立大学伙食团，以吸引更多的大专青年加入道场，接受大道真理的熏陶与教育。依此方式，将来必有更多的学界道场，并可培养许多讲师及修办道人才。目前义和圣堂先由仁和单位周茂秋典传师率先创办，并承蒙周副前仁茂年次团号为仁德伙食团，
未来将效仿发义崇德单位成功的模式，作为伙食团成立的蓝本。期望不久的将来，求道的学生将持续增加，使道场注入更多的白羊天使，共为三曹普渡盛世而努力。伙食团的成立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几经典传师、领任、副领任、严老师明晋级学界前贤们召开多次筹备会，成立伙食团推动小组，经寻找地点、租屋、询问、接洽及种种考量，规划设立补充良善的硬体设施与设施安装、隔间、布置等等。前贤们的热心付出与护持了院，经于今年2月17日正式隆重成立。会中恭请周副前人、周茂秋典传师、曾进长典传师、南新纯阳圣道院刘专员前贤、郭荣芳讲师及道场干部、学界伙伴共约60余人莅临参加，成立参会会场气氛活泼热闹，洋溢着一股活力旺盛的年轻气息。仁德伙食团位于台南县麻豆镇大城里忠孝路25之13号，处于正中央麻豆国小附近，为麻豆地区之精华地段，附近佛堂林立，是莘莘学子们的学修讲办的好地方，可供约15位坤道伙伴住宿，每个月2000元不含水电，晚餐开放干坤共同搭伙，每餐撒元，并由前贤指导伙伴们学习料理营养素食佳肴，并有讲师辅导功课。欢迎有志学子加入仁德伙食团这个大家庭，译者请洽0657169007吕怡轩前贤0657111613周美莹前贤0921219030副领任陈永红前贤。编后语。编辑部。前人在年开班时开示，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们修道是在日常生活中之待人接物，必须以诚待人而合天心，必须以公平、合理、慈悲为怀而拿天理来处事，因一切为心造。人格在别人心里，道德在自己心里，凭良心做人无有不是处，用常理处事无有不成功。在大专成长营，师尊告诫学员，唯有识自本心，才能见自本性；唯有立定根源，才能心清志明；唯有时时省察，才能无畏无助；唯有时时鞭策，才能礼节力行。希望谨记于心，实践延续到迈。在95年冬令大专暨高专成长营，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道出现今青少年的品德问题，提出加严勉励学员能以身作则，感化同学及周遭朋友，下一代的办道，实在要靠他们了。本次营队的学习主题为孝道，周副前人勉励学员要尽孝，应百行万善，孝为首，百孝经云，诸事不顺因不孝，离孝人伦颠倒颠，希望学员谨记于心，使能学以教用，完成孝道。
夙业是因果报应与生俱来，如能真正实心忏悔，改过向善，时时回光返照，依佛法上的无生忏，则不须逐条忏悔也能消业，是我们天道的殊胜所在。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克己复礼，又忘。想是成道的大障碍，执着是自信的锁链，若能再破除此二障碍，则明心见性亦如。反障，则烦恼自然可铲除。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修道是应时时刻刻反观自省，谨言慎行，去我执，摆脱贪嗔痴三毒，因一切为心造。若能发愿消业，提升自我，克服修道障碍，则成道指日可待也。学界道亲，有心进道场进修道学，确实难能可贵。如能依三纲五常真心实修，则将成为道亲的标杆，修办道之栋梁。期望同学能共勉，为道牺牲奉献。第二代祖师神农大帝称号颇多，除出生神话外，其余皆因他教名播种五谷及轻视各种药草之功能而得名。其共得360味药草，分寒热温平4等级，甘、辛、咸、苦、淡、酸6味，可治400多种疾病，使百姓延年益寿，奠定了中医药之基础。神农氏承传天命，在易经方面也有发扬光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是人天人合一，悟道宇宙真理，让百姓安居乐业。古代圣贤头脑充满智慧，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切中国文化，均由文王著作之这本易经为依据发展下来的。不单是哲学、科学、医学皆可适用，皆包含于易经的理、气、数、象4个内涵。凡空间气象、时间从年月日到会、运、势的哲理，10天干、12地支在人的5脏6腑等人的小天地之作用，皆比喻宇宙间天地，亦即天道之运行自强不息，是世上不可多得之经书也。一贯道是取自五教之精华，浓缩为3宝，若能依此3宝虔诚修道，则不论神、人、鬼、3曹，皆可修成道。自台移民澳洲的基督教同胞，在人地生疏而恐慌之际，巧遇台湾道亲给予相助照护，求了道之后笃信不疑。俗云：心诚则灵。该妇人求道后改了脾气、个性，而感化了原不愿意求道的外子求道，并且设立佛堂，经营道化家庭，气氛温馨，其乐融融。值得一提的有2件事，其一，他外子在台湾某航空公司担任副机长，每个月3个月才有1次放假，求道后则逐渐升级至国际航线的机长，并且每个月可放假1次回到澳洲享受天伦之乐。其二，他可感受到脾气不好的儿子承蒙弥勒祖师的
教导点化而成为彬彬有礼的孩子。俗云，贫富天注定，一点不由人。上天不会无缘无故让您大富大贵，但是上天知道您最需要何物，只要心诚，默默行功立德，量必可获得美满的人生。天然师尊的叮咛，如果白杨道场的每一位徒儿都能为众生祈福，都能为化解思考而叩头善念的凝聚，一定能将人间的劫可消减到最低点，则上天也定然为你们延长半道的岁月。征稿启示：一贯道或新一组之历史。二、天道与一般宗教有何不同？三、道学讲座。四、改变命运的方法。五、因果之探讨。六、修道心得。七、读经典心得。八、养生之道。九、人生哲学十，半道经验谈。四稿请寄台南市安南区泰安街巷号李天才收。注印大德方明录。廖玉江乙本。福慧人士乙本。福慧人士五本。福慧人士五本。谢明林乙本。福慧人士乙本。福慧人士二五本。黄建勋五本。注印大德请赐告以何者名义刊出。注印大德功德无量。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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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和双月刊第5期目录年月。圣堂介绍。一和圣堂简介编辑部。前人的话。人生的方向编辑部。仙佛圣训。济公老师慈训编辑部。济公活佛灵坛慈训编辑部。院长大人灵坛训示编辑部。历代祖师介绍。第3代祖师黄帝王子。易经研究。第3节伏羲圣人先天八卦的真谛陈永宏。道学研究。万众一心开拓道路冯兴聪。忏悔立人天广众福田王宪章。道学编辑部。在觉经中翻之心得周正山。真我实现王宪章。修道心18点吕奇才。清尚书圣编辑部。王前人的画编辑部。周复前人的画编辑部。记得与师有约陈永宏。道学用语词汇里1章。特别报道。一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仙佛圣歌大天使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征稿启示编辑部。一和双月刊学界园地征文启示编辑部。一和圣堂简介编辑部。一和圣堂大门牌楼，从外往内观，右侧可看到居人、敦品、四字横，字形成2行，
下面注上可看到神光慈辉仁义存心普被愿人，左侧右上则有由义重理排成横列2行，下面注上可看到真如中合一性道法自然。在每根柱上有人兽麒麟石雕共6只，参阅图1及图2。从内往外观，则上方可看到4个大字选圣道场，右侧上方可看到贤观48即选48000贤达，左侧上方可看到圣域36即选3600圣者，参阅图2。前人的话，编辑部，人生的方向。我们出生在这世上，可说是空手来也空手离开，在这世间并无所得，连一点东西都带不走。世间是我们经过的场所，不是永久居住的场所，于是这一点我们要很彻底的去了解它，那里才是结局的场所呢。在我们受果报的地方是天堂也是地狱，但是它们都不是真正的结局，真正的结局是无极里天，那里才是永久的所在地。所以来在世上，我们不要以为能得到什么，只不过是让我们经过而已。看你要怎么经过你一生的旅程，你若依照圣人的身份经过以后，你就是圣人；若依菩萨的身份经过做菩萨的事情以后的归宿就是菩萨；若依坏人的身份经过做坏人的事情以后的归宿就是6道轮回，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们在这里这一段时间不知有多少人来到这世上，也不知有多少人离开这世上。华严探玄记云，刹那是最短的时间，刹那者于弹指间有60刹那，一刹那过600生死，人亡护国般若经云，一念中有90刹那，一刹那经900生灭，来来往往都是经过而已，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在这里徘徊流浪生死，这就是众生。有谁在世上得到东西回去呢？没有。有谁带来东西呢？没有。所以来去都不知，这是很痛苦很悲哀的事实。人生本身就是这样，如今我们已经得了道，有天命系统，要了解我们有很光明的前程，有很确实的归宿，不过要看我们怎样来经过这一世，这一生的经过意义非常重要。以佛圣修道人的身份来经过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后的归宿就是圣佛，所以在世上必须要尊师重道，你尊师归师，重道归道，尊凡归凡，尊律归律，尊罪归罪。我们既然得了道以后的归宿就是无极里天，所以你必须尊师重道，尊前提后。为什么要尊前提后呢？尊前有道，提后有德。道是从前来的，从上面来的，并不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天命系统是从师尊师母来，是从老前人来的，是从前人来的，所以你必须尊前，你尊前才有道。德是对后学的照顾关心，后学的道学以慈悲心为怀，处处为后学着想，
对后学做给后辈，后学才有德，这就是前有道后有德，也就是道德并行，道路才会越来发展。济公老师词训，编辑部，请你们回来佛堂，自我反省一下，自以为道学方面比点传师强，有傲慢心，教者必败，你有多能干，多了不起？人定胜天吗？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你越研究这个道理，越研究，万事万物来自于天。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敬在心中，有吗？这个敬，260中都存，就不会傲慢。有无以天心为己心？一天260中有几个小时以天心为你的心？如果有，为何要再教育？如果有，就不用检讨反省了。来佛堂穿白衣蓝裤蓝裙，非常整齐洁白，你内心洁白整齐端正吗？现在很多人空有其表，如何让你身心内外一样，人模人样，行为为非作歹？你们担任白羊，重则大任使命，要自我要求、反省、自我调整、自我关照、自我更新。你一天比一天清净吗？你有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吗？你今天职责是什么也好，是上天的人才，才德兼备，你是一坛主，有才无德，德行还不足，还需要再修，内德缺欠，你们自认内德缺不缺欠？你们参与那么多，有没有10个人说你好的？有没有称赞你的？最为你们称赞的、牺牲奉献的，有没有？互相都没有称赞，你自扫门前雪，你有各方面才能要有德来相配，你有才没有德，不算完美，有才无德就会高傲，我比前人，点传师能干，这一盘都是我的道亲，我成全的，我的道亲，这个想法不行。你今天这盘道好，要有感恩心，是多少人的付出，是你一个人做的吗？你还算是一个明理的人吗？我有功要归于大家，是前贤的牺牲奉献，那里还想到傲慢自大？检讨你的内心都正了吗？都清净了吗？修到最高境界就是清净。在佛堂在讲都是那些道理，没有新花样了。你一再追求热闹形象就危险，修道要有智慧，易盲从徘徊，容易无主，容易心智变动。一个坛主人才，展现生命光彩去吸引众生，你一个坛主吸引不了众生，这个坛主当的也不风光，不怎么高尚。展现你生命那一份光彩去吸引众生，喜欢跟你立志向上修行。你不要因个人言行偏差影响道路推动，但求无过不求有功，你没有道路宏展，不要影响道路名声推展。不求人说你好，但求自己做好。不怕人说
你坏就怕你做坏。一个坛主是3648中选胜拔，先为你自己、父母、祖先争一口气，与有容焉。一个坛主非同小可，白羊道场，掌舵之人，带正很多人脱离苦海，一偏离道，以盲引盲，不是很危险吗？把握每一次因缘，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修行岁月要充实。济公活佛灵坛词训，编辑部。你们慈悲性流露那么短暂，赤子之心流露这么短暂，慈悲性、赤子之心26时中不断显现，不断的行持，知本要求行，一面学一面做，一面修一面改。上天有好的安排，我们要有好的配合。上天宏慈之恩，有幸沾到，怎能知恩不报？内心对道信念有无坚定，坛主经验不足，信心不足，不明模考的也有。对于所担职责信念坚定，真理有一个喜乐之心，信受奉行，成就无畏功德。对于内在的心是真是假，是真实不假吗？内外皆真实吗？对道有信受奉行吗？众生皆应要有方便法门。对于布施，施者所施，受者三轮体空才是上上布施。用爱心的布施即能结人缘，有真诚布施就能得善缘。你有慈悲心所说之话为爱语，坛主人才语言冲突，产生不必要误会，用爱语柔软语化其见为共同意见。爱与柔软与是尽德修业不可或缺，就是讲好话，用身口意表现之善行接引众生，用身口意所生出来的善行可结善缘，此善行可接近道亲，让他哭着进佛堂，笑着出去。身为坛主，道学要充实，道亲有问题，找你解决，能为他圆满，让他心安定下来，人家喜欢来接近。以大慈平等之心，没有分别对待，对众生平等无高下，乐见众生脱离苦海，以大悲心承担众生苦难，解决他的问题。没有我执才不会贪嗔痴，自古至今成佛者寥寥无几，被我所拖累，我执人我相一定要去除，不可你我分别，人心才有对待，要再调整改造，不改变还是一为众生枉费欲此大道，去利益一切众生，饶益众生，饶为天家之意，为众生添加利益，用这样去接引众生，用有形的进入无形，才能做一个称职的坛主。欲为人天龙象，先做众生马牛，要受别人所不能受，人为己任，人是你的使命，亦为承担，人为职责，亦为承担，承担所有众生，远离颠倒梦想，才有可能千经万典为玄关做注解，心清理明，才不迷糊，理路才清楚，才不会受迷惑，得到照道理去做，任劳任怨不怕苦。
待旧道清去成全新道清，待他们往修行三师并进。有谓无德，要名服其实，不要空挂坛主之名。一个坛主有一个真诚之心，心诚则灵。有慧眼可看众生根器禀赋、人格特质、人格模式，应给他什么方法接引，给他时磨责任。有道清行功，要表扬一下。道清不明理时，初一、15有某道清布施香功果，道清们回来佛堂时向大家报告，在道清欢喜布施，让其他道清想要布施。遇善相助，遇事相伴，引导后门的道清，你待人才能办得宏展，愈来愈宏展。接引众生，成全众生，要知道如何做，不断参班学习，切磋琢磨，分享经验，办到办的深深有色，才不会愧于心，担大职责而荒废，太对不起天恩师德，对不起老前人，耽误你神圣使命。有缺欠不足要补足，去学圆满。对人生要有无常的感受，对情爱要淡化，不要执着，对物质享受要有远离的看法，对自己要有不满足的要求，继续提升，对行功立德有不足的看法，对不满的要求有不够的想法。末后人只要活着，心念非常重要，要好好护持，心易动危险，战战兢兢，谨慎言行心念。对爱憎好坏要有舍离，爱憎好坏不要执着，才不会烦恼痛苦束缚。3. 骑龙华三曹重整天盘，佛归佛，魔归魔，人归人，鬼归鬼，神归神，觉悟者魔能成佛。一个念头太重要，修到盖棺论定才算数，战战兢兢，怕有丝毫过错。不要有自满心，要感谢天恩师德，才不会有危险，能这样才不枉费得此人生。那么好的机缘，几番折磨打击不曾被打倒过，牺牲奉献只为众生不为自己，要学习，不要只做讲道题材。成全众生要尽心血度化种子，令人对你非常敬仰。讲道它可以感动人，这样超生了死就有希望。目连经，日日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之；日日行恶，劫虽未至，福自远之。院长大人灵坛训示，编辑部。身为人才，你人品如何？可知你师兄担负之责，专门考验弟妹之心，品德火候，练得如何？再看功德，行的功力的德在什么地方？可以给众生，可以给心道清标干模范吗？佛规遵的如何？戒律守的如何？三省四务守的如何？三心四相去多少？七情六欲去多少？道学充实多少？你做几分？师兄一本考试簿，一笔一笔丝毫不会错。弟妹要常回光返照，所立之愿了了。如何？家庭改了如何？
这是切身要做之事，对后娘心尽到亲历一个良好典范。你对师尊师母尽心在那里，对老祖师尽忠几分，对老尽孝几分，自己所立之愿了的如何？佛规逐一做好，立好典范，效法老前人精神，人才三师，师的如何？有无量力而为，亦阳奉阴为，欺人难欺天，你良心时时刻刻显现，有般尽量，参班充实道学经验智慧，一个人才这个不会，那个不行，这不可以。一个到悟红展全看坛主人才行或不行，得到有宿世根源，坛主人才愿更深，好好珍惜。往后向内再不改变脾气毛病，向外追求异端，结果如何？只许有功，不许有过。考卷一篇又一篇，考验每一位修行者的真心，有道就有魔，真考见真心。是否有个真诚不变之心？平常学习心得正不正？合不合道？试验修行人的成绩，考修行人立果位，希望地内关通过。随时谨慎，人前人后一致，一坛之主责任。确定明白，不可敷衍了事。历代祖师介绍，王子，第3代祖师皇帝。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皆为炎黄子孙，此的言系指神农氏圣人。皇位皇帝，因为中国人的血脉大多是由此两系繁衍而来的，而且中国能迈入文明之路，亦因于神农氏圣人能使百姓的物质生活安定下来，而后到黄帝时方有余裕来从事各种发明制造与精神文明。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是少典氏之子，母名妇宝，于其野之上见。大殿缠绕北斗疏星，感而有孕，怀胎24月，在寿秋下生下黄帝。当生之时，子气氤氲，瑞相横生。黄帝生而灵异，日角龙颜，弱而能语，长而敦敏。少典氏。此后，黄帝继位，因居于积水之滨，故改姓姬氏，时神农氏之后与往暴越无道，诸后互相侵伐，民不聊生。黄帝乃修得正兵，讨伐无道者，于是诸后咸来兵服，为蚩尤凶暴，争之不服。传说中的蚩尤有兄弟80亿人，个个兽身人羽，铜头铁额，能食砂石，能兴云雾。轩辕黄帝战之不胜，不禁仰天长叹，无极瑶池金母乃遣9天玄女下凡，受黄帝以兵信神符，又梦2龙狠图来现的河洛归服，受8门9将法要，传演握击术至5旗5挥6毒，以为兵阵制列，终于擒杀蚩尤于涿鹿之野。于涿鹿以陈子封后所发明的指南车打败9头的恶囚蚩尤，后炎帝欲亲临诸后，轩辕乃制武器，种五谷，抚万民，度四方，
而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3战得胜，天下归从，于是即帝位于彭城，以土得皇，故号皇帝，参阅图3。后又迁都有熊。皇帝将欲东至于海，西至空洞，南至于江，北至温州。在皇帝的所有发明当中，首先要提到其命令史官仓颉，传说他有6个眼睛。造字，盖中国上古时期世节神迹事。到了伏羲氏时代，进步到用八卦来代表事物。八卦到底有限，一个卦象代表了太多的事物，也会使人弄不清楚。到了神农氏时代，聪明的人已懂得用画图的方式来代表事物，为文字打下了雏形的基础。到皇帝时代，仓颉把前人创造的图案将之重新的规划，创造了文字，染指限定，于能把有形的东西演成字。如日就画个，如月就画个，如山就画个，如水就画个水。完全是一种象形文字。有形的东西并不太多，所以创造的文字数目也很少。从黄帝时代起，有了文字，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上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可见象形的文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最早的文字是由仓颉创造的。其次是发明衣服。上古时人披着树叶、兽皮。神农氏时代已有类似布的麻织品出现，但也只是围在身上蔽体而已。到黄帝时代才有正式的衣冠。据说黄帝正七雷祖见到一种虫类从嘴里吐出一根晶明透亮的东西，连续不断，直到自己身子裹在土的丝里，结成厚厚的一个茧。雷祖好奇心动，把这树上的茧取了回去。偶尔一失手，这茧落在滚水中，烫的茧皮熟了，脱出了一根丝头。雷祖因为水太烫，一把没有取出整个的茧子，仅扯到了一根丝头。谁知这丝头越拉越长，且很坚韧。雷祖就用手指把茧丝绕起来，越绕越厚，这茧丝从头绕到尾也不断。雷祖悟出了，假如用这丝织成布，岂不比麻更结实吗？于是又到树上去寻虫茧，看到未结茧的虫正在吃树叶，这树原来是桑树，雷祖就采下桑枝桑叶，取回几条虫，放在家里饲养，养到一定的时日，这虫就在家结起茧子来了。雷祖把这经验告诉了百姓，家家都养起了这种虫，等它结了茧，就投进滚水里烫，抽出丝，而后织布。不但比麻布结实，并比麻布光泽鲜丽。这个虫后来便叫做蚕。蚕丝织成的布光滑白润，裹在身上又轻又软，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弄脏，一段时间后，在野地里采摘野生植物的人，有时被植物放射出来的色素染的洁白薄布衣上一块青一块黄，于是渐次又发明将白色的丝织品染成有色的丝布，果然鲜艳夺目。从果生的五色布，再发明依照身体的式样制成有袖子的衣裳，从此衣冠制度就定下来了。皇帝见树叶漂浮水面，命贡古、画、狄三成作周集。待续。易经研究。陈永红。第三节，伏羲圣人先天八卦的真谛。一、真空生妙有。孔子曰：是故亦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传2章1节。清净经，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常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彖曰：灵，刚劲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8月，有凶，消不久也。临卦彖辞。系辞传第6章第6节曰：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心神物以前明。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说卦传第1章第2节曰：习者圣人之作义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6化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6位而成章。系辞传第10章第1节曰：易之为书也，广大西北。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乾卦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的。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中也。道德经47章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畏而成。道德经79章曰：何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思弃，无德思彻，天道无亲，恒与善人。中庸第21章曰：子思臣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义，而立言也。论语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信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 伏羲是8个卦代表天地间自然的现象。无极太极两仪生三才四相五形成。6合7正8卦图9宫10干12支。24节气流行28星宿值日。
36公分上下49式大眼数，64卦圆方图72后归太极，99方图55中和图洛书共100。八卦表，八卦歌，说卦传第2章第1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雹，水火不相涉，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八卦类属歌。干一父君守天马南方阳今日刚见，对2少女口则阳东南阴今黄昏月。离3中女木火至东方日火中无力，正4长南足雷龙东北阳木辰奋动，巽5长女鼓风机西南阴木上午入，坎6中南耳水使西方月水午夜现，艮7少南首山狗西北阳土西为止，坤8午辰复地牛北方阴土夜柔顺。3. 结论。颜渊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位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篇上。佛曰：先佛本是凡人作，只怕凡人心不坚。师尊辞训行道7要件。1. 行功立德。2. 济世救人。3. 牺牲自己。4. 照亮别人。5. 普度众生。6. 以身作则。7. 正己成人，此乃行道也。万众一心开拓道路。冯兴聪。1. 前言。诗云：树逢断裂土新芽，人遇道磨成大器。寒冬孤立的枯木正孕育着春天的生机。一个人在面对颠沛的环境中，才能发挥毅力与智慧，孕育出无限的成就。咱们一贯道弟子要具备着正确的观念、健康的思想、端正的行为，才能使万众一心，达到道路宏展。2. 正确的观念。观。修行要有成就，必须时时关照自己的心念，才能转万物而不被外在的成缘物欲所转。念。六祖云：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观念。要以智慧做基础，譬如说佛家常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如果这种观念没有以智慧为基础，慈悲便是祸源，方便变成乱源。如果一个人做事没理性，感情用事，那慈悲是祸源。圣道随缘当无负，那无负就是乱源。观念错误，念头就会偏差，观念失去，智慧就会把我见认为快乐，偏见认为准神，傲气认为庄严，奉承认为尊师，懦弱认为谦虚。观念的真实义教你不偏不倚，教中道佛家称它为止观。达到此意境，才能归入清净法身佛。3. 健康的思想。思想是从观念产生的，有了思想就有极大变化。六祖云：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思想失去了理想，念念就牵流。
一个人如果遇到每件障碍而产生不健康思量，认为他人是冲着我而来，别人是故意为难我，那这个我的生活实在太痛苦了。思想要以理想来做基础，理想就是真理的化身，能来调整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作为、自己的思想。知己等于知己之长以发挥，知己之短以补正。知彼等于知彼之长以善用，知彼之短以导正。百战百胜等于以知度人无不胜，以知行道无不成，而且越战越勇，悠久弥强也。达至见闻觉知而不染万境，自信其用常自在。这样的思想自然归纳圆满报身。4. 端正的行为。行为是从思想表露出来的。在觉经中，老前人曰：浩然正气永常存在，却必该推行而后显著。天理良心永远不灭，却必须加强而后坚固。无人行道，以上帝为背景，以真理为媒介，目的在启迪众生的良心。故应时以上帝为面，不断的博闻，以阐扬真理之奥秘，以显正气之和蔼与凛然，使善性皆知败老，皆能令真理在其心中生根，且能发心培养正气。如是，心理建设也就巩固，行为也就自然端正。如佛所说，在痛苦中生菩提，在忧患中证品莲。这样的行为自在归回化身佛。5. 万众一心。同心协力是共同目标。老前人云，我们修道的目标，为天道真理效命，为济世化人而服务，改造社会不良风气而努力。同甘共苦是共命运，能同甘又能共苦是君子，能同甘不能共苦是凡夫。同甘共苦才有力量，同甘共苦才有希望，同甘共苦才有美好，同甘共苦才能见真心。同辱共荣是共名誉。耶稣云，你们应该改变以前生活方式，脱弃自我、自私的旧秉性。修行有一种人喜欢抢功，这是自私心。修行另有一种人把辱嫁祸给别人，这是自我心。修行又有一种人同辱共荣，这是无私无我心。同心同德是共功德。老前人云，不自宫才是真功，不自有才是真德。十相聚恒沙和功德，十相无相而生万物，有恒河沙那样多，功德的表现出来有那样多，所以说是有恒沙功德。同登彼岸是共超脱，若能达至同登彼岸，如此同流而不合污。人能与天地同心，即是自然心。人能与圣人同心，即是无二心。人能与佛菩萨同心，即是清净心。若能达此意境，即是万众一心。6. 结语。道悟的开拓是自己能战胜自己，回归到自己一心法界，而结合万众一心达至一体力量观，才能开拓道悟的理想。如能这样，就能水到渠成。
师尊慈训修道7要件： 1. 修身养性； 2. 涤去妄想； 3. 扫三心非四相； 4. 合乎自然； 5. 一心清净； 6. 不疑不惑； 7. 主静存诚。此乃行道也。忏悔利人天广种福田。王献章。1. 前言：立事在时中时者，分别也，巧也，锐也，分也。待业转世业者，牵缠受果之时也。在世造业不觉，心动日无明，无明造业也。根深蒂固的时，自力难拔，需借助佛力，天容摄自助者，悔过般是有心者的机缘。2. 为什么要忏悔？ 1. 不知反省。宁静才能反省，反省者知罪之所发，反省者明过之所生，反省者察错之所由。不知反省怎能忏悔？明理乃反省之基，明理者顺性也。顺性者无助，得失自消业无依。顺性者无我，爱憎自除业无积。顺性者无相，荣辱自去业无缘。反省乃道之用，自性之光。修持者不知反省，自扰自蔽，自染自流，自无清明之时，安能忘于忏悔？故诗云：反省才知人心的执着。2. 不知善之事。善之事乃顺道之用，率性之所行，秉天之德。德者性之所成，明道以通天。天者性之所归，应知善之事乃觉性也。善之事乃是过来人、经历者、道场的智慧、人才。智慧人才的格局，为观理对修者的忠告与启示价值观、方向，对未来道场的生存空间与经营环境。巨观，趋势之天时。创新理之精华在于深入，深入在愿力中行深。法之精彩在于浅出，浅出是历练中的活泼。故诗云：深入浅出，理当精彩。机会尽兴乃无限的可能。护持善知识的心境融入，乾坤同人同罪，乾坤同根同源，乾坤同生同降，乾坤同出同入。鞭策切磋琢磨。诗云：同志切磋，同道琢磨，指望切切实实地走过。大学云：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正言：好话未必好听，好听未必好话。忠言逆耳，易于修；正言刺耳，易于填。孝经云：事有正有，则身不离于令名。所谓是就是同修、同修之间能互相批评，却能和睦相处，就叫做事。孔子曰：切切夷夷也，可谓是矣。一贯弟子，不知善之事，安能开示悟入？怎么能有忏悔之时香呢？3. 不知善念。意念者，一切善恶之根，轮回之本，欲忏悔先知意念，不知意念焉能忏悔？察
觉意念是最高的忏悔。在这方法中可以找到自在，在这历程中可以找到自心，在这觉醒中可以找到自我。死亡乃灵魂意念的速度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六去者六道也。死亡乃灵魂离开肉体的非常小心监控自己的意念。达摩写脉论，道本无言，言说是妄。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林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者尽是脱身之处，切须在意。达摩曰：来时一条正路，去时便有千门万户，林中紧急防昏乱，轮回路上万条，坚固念头拴一马，六门清净的逍遥。道场人才不知意念，在意中造罪，在念中造孽，在理论上忏悔，在形式上忏悔，万劫不得超生参立人天。忏悔不是名词，而是行动，唯有行动才能立人天。弥勒家园是未来的家，未来的家在人间修，修者由人心返天心约力。家庭是业力的结合，刚柔仁义等于人道圆满。道场是愿力的结合，自得自然等于天道成。四广种福田，向冤谦，考验，债主，磨练，忏悔，起容忍，我错了，化解。故业障是忍，用化，业力是修用改。如此者忏悔净尽，信现佛法身，能利润众生，故能广种福田。广种于无我的道场，无属的因缘，无别的界限，福田于无求的付出，无怨的担当，无悔的愿力。五结论，没有人愿意犯错，只是一时的无知迷惑，在反省中渴望忏悔，在善知识的护持下，当下忏悔，在意念的监控下，自觉忏悔。成熟的修道者，以戒律为师，以忏悔为镜。时观己心，时戒己欲，时忏悔己罪，在于活现天然的本质，曰自性。自性者，无心也。故诗云：忏悔之后，才知无心的洒脱。道学编辑部一前言。道者理也，路也，是无人反天面之光明大道也。故子曰：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道学顾名思义，是学道的学问也。如何去学道，是我们修道人不可不知，且不可不实践的一大事。兹对学道一及修道的方法简述如下：二、知道知多少？知道是修道办道的前提。一味修道士对道学认识不够透彻，他所修所办的道就不会超群。求道以后，我们要花点功夫去探讨道是什么？它跟人有什么关系？它有什么宝贵？我们为何要修道？我们如何去行道？行道有阻碍吗？等等，
做个有系统的研究，才不会因信心不足而半途中辍。一味修道士最起码要认识道是宇宙的真理，是人生的真谛。所以就宇宙论而言，道是大成宇宙万象的真主宰，道是万化之祖，道是宇宙最高的真理，道是万有之宗主，魔所不能。道掌握乾坤，是大宇宙的主人翁。就人生哲学而言，道是人生的主体，万有的根源。道是启发人生智慧的金锁钥。道是穷理尽性、正德、修身、教育人类思想和启发人类心灵的大源泉。道是济世度人的大宝筏，是人类托命的大方舟。道有振聋启聩之功能，是圣神仙佛的阶梯。道是生命的宝塔及指南针，道是人生创造一切真善美的大基础。最后要确实体认到，道是万佛、万仙、万教、万灵回礼天的桥梁，人若得此道，则可成佛作祖。人若失此道，则难免轮回六道中。3. 听到听懂吗？当你入班听到听懂吗？如果是听懂的人，他会亲口，会做讲师，会设坛，会度人，最起码是个人才，为人服务。如果听不懂的话，他始终不会迈开脚步去行道。对这些听不懂的人，孔夫子难免感叹地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4. 讲道做到吗？今日的讲师上台讲得天花乱坠，万时点头，成是颇有一套，其中大多数的讲师都能注重个人的修慧，在修身、齐家、办道、行道方面都可做人楷模，让人有口皆碑。可是极少部分以为能言善道，就是修道，就是行功立德，这个观念是有待修正。能言善道要能行，才会博得别人的敬仰。今天做一个讲师，在个人的操守上，应该力行4维。当体认耻是行为的动机，廉是行为的向导，义是行为的履荐，礼是行为的表现。一位讲师能够发于耻，就能远色；能够明廉，就能明才；能够行于义，就有公理；能够达于理，就有规矩。如果每位讲师都能把4维做到，这样讲道才是真道学，否则只是言而不行，自欺欺人，那是多么没意思。5. 修道修些什么？要了解修道的宗旨。修道的宗旨是为了阐道度世，以达到真实的成就为目的，那都是有脚踏实的努力所得。由一点一滴的功，久之就能累积成为深山高岗；由一点一滴的德，久之就能汇集成为长江大海。完成度世之陀心，了却自己的心愿，这就是修道的大收获。
要了解修道的意义。修道的意义是以济世度人为宗旨，是以群众的生命为重要，群众的生命才是个人生命的全体，故创造生命，就得要创造继续不绝、永生不灭的大我生命。所以我们要发扬大道的真理，开阐大道的新生，贡献大道的幸福于诸世人，使之生命的价值永垂不朽，这就是我们修道之意义。要了解修道的原则，我们修道要本着四大原则：天命、经线、系统、济世。此四者就是我们修天道、解脱生死的大基本，这就是自古以来道统上的真命脉。离此四者，又当如何？各位贤者当然都有先见判断力与自觉力，真假由心定，生死由心明，有主见，有明见，就绝对不会被外面的幻境所麻醉，这就是定律。要了解修道修什么？欲求灵山见我佛，先从易的伏魔君。修道要先认清道场，道场中有真牺牲，有假牺牲，有真修的，有假修的，有行功乐愿的，有做景观天的，有三师并行的，也有做的分赃的，其行为有善的，有恶的。修道要先认清这些，然后由理智去判断，去抉择，最后选择最妥当的方式，亲君子，远小人，免得以后被拖下水而怨天尤人。修道要有道故，在修道过程中，如果不幸遇到威胁、迫害者近身，记得不要影响其他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担当，千万不要连累别人，自身无感，不是修道的好汉，就是千斤重担也要自己荷担，这样才有道故。修道要修心，修行人是求心，心要清白，不污浊。不修行的人是求生，只要生荣耀，那管心污浊，这是天堂地狱的分水岭。修道要利己，修道要利己，己利才能利人。利己者，做事不颠倒，事理分得清，时刻反省，有错误否？前后守规矩否？如有财色熏心，要及早悔悟，否则天律难当。修道要为自己修，修道要为自己修，不要为别人修，也不要看别人修，因为公修公的，婆修婆的。贤们一再指示我们，修道如吃饭，自己吃自己饱，别人吃别人饱，一点也帮不上忙。6. 行道行些什么？为何要行道？欲想做圣贤豪杰，就得要立身行道，建立功业。因为世上无不劳而幸的之收获，亦无徒劳而不获得之收获。大学有一句，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你付出很大的代价，反而会得到小成就，或小努力会有大成果，这是不可能的事。行道的真意义，
我们行道的真意义，就是为群众，为群众就得合群力，合群力就得体群性。离开群众，行道就没有意义，做事也不会有大成就，所以今日的行道就要有合群的表现。我们的济世度人，就是要在群众中发展自信，在大众的合作中培养群性，在集体盛业中健全体性。在过去的圣佛，都是因为做群体的事，谋大众的福利，因为能合群、爱群、乐群、利群，故能得群众、万民的爱戴。行道行些什么？度人济众离苦是慈悲佛，讲师断疑生悟是智慧佛，设坛广结善缘是吉祥佛，开荒布道阐扬是功德佛，人才谦虚静心是活泼佛，亲口斩断因果是自在佛。七模考认识知多少？祖师云：大法大义有大限，真道真考见真心。真道真考见真心，欲有模考，要当机立断，勇于负责，不要为了一时受辱被辱，就暴其气，以乱其志，坚为困难，世所恒有。修道人就是走人所不能走的路，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偶尔遭遇的险恶、痛苦、迫害、羞辱，也要毫不沮丧，毫不失望。我们要知道，做小事业有小困难，做大事业有大困难，做天人一贯的事，就是修行者最大的困难。在此时，我们需要的是坚持信念与节操，奋发胆量与勇气，那么自然就会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八、结语。今日我们要坚守立场，认准目标下决心，勇往直前。我们是越困越坚强，越受辱越奋勇，越曲折越诚实。我们要能持有坚强意志，并有周密的计划，备有不测的预防，这才不致临时失事而手忙脚乱，那就是能自强，就没有弱点；能自重，就没有人轻看；能自信，就没有人疑惑；能自愈，就不招模考。王前人的话，编辑部。何老前人辞世。道是人生之主体，万有之根源。道有振聋起聩之功德，是成就圣神仙佛之阶梯。道是黑暗苦海无上之大宝法，亦是醒世之经中对社会人生有无与伦比之大决力。道是穷理尽性，正德修身，教育人类万物思想心灵的大源泉。道是启发人生智慧的金钥匙。道是生命的宝塔，亦是生命的指南针。道是人生创造一切真善美的大基础。人生主体之心灵，有无上正等正觉之妙觉心，都是由道所得。道是万有之宗，主魔所不能。道是济世度人的大宝法，是人类脱病大方舟。有道的人就有广大的仁慈，
博爱、忠心、义胆来贡献于世人。道全于己，可以济天利己，以道教人，是代天宣化。济天利己者，明体也；代天宣者，达用也。明体者，自明其明德；达用者，教人明其明德。道学是没有止境的，是人道立德建业的功勋，也是没有止境。同理，修道之人如若泯没天良，其罪过亦是没有止境。一个没有道学思想的人，不只是其生命灵性没有寄托，连其人生的一切亦必是幽污茫荡魔所。是从，这就是醉生梦死，糊涂人生。编者按新义纯阳圣道院暨义和圣堂合办年学界天人合一班，于月日在义和圣堂举行。纯阳圣道院王前人兼一贯道总会理事长在开班致辞开示。周复前人的话。编辑部欢迎各位来参与学界天人合一班，这个班机会难得，因缘也很殊胜，希望经过这个班大家能更加内德充实，心灯更加明亮。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未善者，顺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未立者，直之徒也。欲知顺与直之分，无他，善与利之间也。可见成为圣贤或者庸碌亦生存乎一心。无奈的是，一般人的价值观，除了名利与声色，几乎所剩无几。面对心漏贫乏的时代，为挽救人心的净化世界，身为修道人，应该责无旁贷，积极度化才是。师尊曰：论先天，论圣是，你们的责任就是要度尽众生，达本还原，使众生能超生了死，返回理天。论后天，论人事，你们的责任是要完成世界大同，这就是我们天道弟子的使命。要完成这样重大的使命，正本清源之道，在于每个人都有良善的心，都能恢复其良知良能。因此我们修办道的关键处便在心上了。师尊云：修道办道，不是凭你的口才能力，不是在计较谁赢谁输，谁办得好，谁办得广，输赢在什么呢？在真修实练。而真修实练的要义便是化性，就是把我们的脾气、毛病和个性化掉，把我们的心念日益导正。所以，期望各位青年才俊于真修实练上能够多所用心。除了正确的心念外，我们也要在行为上表现得良好与得体。后学盼望大家要多读圣贤书，效法圣贤行志，多涵养自己，除了为己更要为人，而不是将岁月蹉于玩乐中，毕竟韶华易逝，青春难再。要懂得抛下自私的念头，对别人多付出与关怀，与朋友交能真诚信实，与人相处谦恭而温文，如此人际关系才会良好，生活才不会空虚与烦忧。
要体谅父母，平时帮忙做家事并凡事顺亲兄弟姐妹，要能和睦相处，努力维持良好的家庭气氛，如此才能拥有健全的家庭。常来道场参加活动或过班，以接受道场真理的洗礼，这样才会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克制外在的诱惑，内心才能常保清净与灵明。凡此种种，无非希望大家成为社会的标杆，能影响更多的兄弟姐妹亲近道场，接近真理。师尊慈示，你的菩萨心常要持久，要恒长，时时刻刻把你的光芒显耀出来。纵使你是一支小小的蜡烛，只要你点燃了，你就能够照亮。最后盼望大家能发愿了愿，帮办道务，勇于承担责任，为三曹普渡的神圣使命尽一己之力。编者按月日举行之年学界天人合一班开班之开示，记得与师有约。陈永宏。一、前言。济公活佛曰，在修道办道中，应不断地提升自己，鞭策自己，方能充实得性慧光，而减少因果业力的牵制。二、生从何来？真人灵性也，不生不灭；假人肉体也，百年之身。庄子曰：我本不欲生，忽然生在世；我本不欲死，忽然死其志。这说明，人的生死在个人是没有主权的。顺治皇帝出家诗曰：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烦恼亦无悲。顺治皇帝曰：你我本是西方一纳子，为何落在娑婆家？如今我们已悟道，大家本是同林乡。济公活佛曰：我们都是老所分灵降世的，形体虽然不一样，都跟老同一条心。三、佛前立愿永难改。我们曾经在老师面前立愿吗？如要布施、度人、当人才、亲口、设坛、当讲师、开荒。瑶池百花盛开，为何归人尚未回来？付过千般爱，换到千滴泪，点点滴滴洒落尘埃。佛前立愿永难改，莫非徒儿信口开，让师哭千遍，爱心付流水，依然换徒步肯回来。痴心济公，爱徒不改。但问徒儿之因何在？万般感慨，仰望星辰，寄语东风送徒心怀。就算徒儿不理睬，自甘堕落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徒身上，愿徒平安无恙回来。四、记得我们有约。济公活佛曰：老师我身负三曹普渡重任，老师的徒儿有千千万万，但是这千千万万的徒弟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因缘，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业力。徒儿们，你们该知道，你们要踏入佛门的那一天，老师必须事先跟你们的业
力做各交代，做各承担，因此希望徒弟们明理了以后，要好好的行功立德。你们要知道，你今天踏入佛门是凭着10条大愿来的，你若不立此宏愿，那你想求得名师一指点，实在比登天还困难。因此希望徒弟们，希望你们都能够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使命，认清自己的因缘，好好的守住道，好好的修办道。三曹普渡，大道普渡性灵之范围极广，上可以度天上河汉星斗，气天诸仙；中可以度人间芸芸众生，下可以度的腐幽冥鬼魂，此之谓三曹普渡。10条大愿，诚心报守，实心忏悔，前实心修炼，坤不虚心假意，不退缩不前，不欺师灭祖，不藐视前人，勿不遵佛规，不泄露天机，勿逆道不现，要量力而为，前要实心修炼，坤济公活佛曰：遇有重大难解的问题，多向老叩头，真诚所致，自得其妙。那忘我的第一个念，即是天上给你的启示，为师也没办过三曹普渡的大事，当年在遇到问题时就是这样做的。5. 结论。济公活佛曰：实实在在的修道，好好的护持道盘慧命，为师没留下什么给你们，只要徒儿能善待千千万万真修实练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出头，让他们成就，让他们回到理天。古德云：欲证无上佛道，先做众生马牛。我们修道人应有让众生踩着我的肩膀而成道的精神，为师就愿和诸佛菩萨一样，以血肉铺陈，让众生安安稳稳修道成佛的路。6. 度万行法。布施度贪持戒度邪淫，忍辱度恬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智慧度愚痴。道学用语词汇。礼1章。25修，袈裟之一种。在大衣中，以25条织布横缀之。20为10，书名，即为10论也。20为10论书，书名，又名20述记，2卷。法相宗慈恩者，是为20论。25部，金刚之5志为5部，5志互具5志，则为25部。25圆通，圆而通于法性之实者，谓之圆通。众生之机缘万刹，欲得圆通，须依种种之法，佛于楞严会上对菩萨声闻，问本何法而得圆通。菩萨声闻，各举自得之法答之，有25种，即6乘6根6事7大业。25菩萨，拥护念佛行者之菩萨业。28品，法华经一部有28品，经论之篇章谓之品。26之难行，悉达多太子12年之苦行也。2女，一功德天女，能使人迎财宝者。2黑暗女，能使人耗尽财宝者。2天，日天月天也。又名同生天、同名天、处天与地势天。2圆论，哲学名词，
以立二元理，以说明事项。二元教，宗教上任神性有善恶两相对立而不消长。二王，四门两所立之二个金刚夜叉，略名金刚神，亦称夜叉神。二世尊，释迦如来与多宝如来，是多宝塔中之二佛也。二因，声音与了因。声音是可产生果实的因种，如谷麦等种子，了因是已至。会去透视事物的原理，如灯照物，了了可见。正因与原因，正因是正主的因，原因是助缘的因。二一，制一与听一。制一是佛制定比丘一定要穿的衣，如比丘的三衣与比丘尼的五衣。听一是佛特许听辨续存的一，如常一。二光，色光与心光。色光又名声光，即佛身上所发出的光，无人的眼睛可看到。心光是佛心所发出的光，它恒常照护着一切众生。常光与神通光。常光是佛身上时常所发放的光，如释迦佛一旬之光。神通光是佛以神通力所发放的光，如释迦佛在说法华经时，特以神通光照遍东方18000国土。二身，身身与化身。身身是佛为了嫉妒众生而托于父母胎生的身，化身是佛以神通力变化出来的身。身身与法身，小乘说王宫中出生的肉身为身身，而戒定慧等诸功德为法身，但大乘则说理与智互相冥合的真身为法身，而随机应现的应化身为身身。真身与化身，真身是佛所证得的法报二身，化身是佛应众生机缘变化而现的身。常身与无常身，常身就是佛的真身，无常身就是佛的应化身。二序，诸经之首，有通序别序，如是我闻等之六成就，通诸经有之，曰通序。本经特殊之缘起曰别序。二佛中间，释迦与弥勒之中间，即释迦既入灭，弥勒尚未出世也。二宗，此为华严宗所判的大乘之宗别，分为法相宗与法性宗也。二法执，是具身法执与分别法执。具身法执于修道间断之，分别法执则菩萨于见道顿断之位。二始，佛于寂灭道场说华严经，为大乘之始；于成圆说阿含经，为小乘之始，称为二始。二门，流转门与还业门。一切众生造业受生死，谓之流转；行者修道正灭盘，谓之还灭。圣道门与净土门，行人在此娑婆世界理解佛法，先断惑而后正果，名圣道门。若依弥陀愿力，往生极乐世界的不退转，直至成佛，名净土门。福德门与智慧门，在六度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五度是福德门。般
若一度，即明白诸法实相是智慧门。悲门与智门，悲门是诸佛菩萨利他的德行，智门是诸佛菩萨自利的德行。行部门与圆融门，行部门又名次第行部门，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的满后方至佛的次序立然。圆融门又名圆融相摄门，为一位中，即摄一切前后诸位，所以一位满，皆至佛地。二界，性界与遮界。性界是本性救世界，不待佛治，谁犯了就是有罪，如杀盗淫妄等戒。遮界是禁戒，佛禁止不许做，如饮酒等戒。邪戒与正戒。邪戒即外道所持的牛戒、狗戒等戒，正戒即佛教的五戒、八戒等戒。定共戒与道共戒。定共戒是入定时，自然能够收服身心，防止一切的恶法。道共戒是见了道之后，自然不会再犯戒。这二种戒都是在修道之中的，不是受的。二见，有见与无见。有见是偏于有的邪见，无见是偏于无的邪见。断见与常见。断见是指身心断灭之见，属于无见；常见是指身心常住之见，属于有见。二受，身受与心受。身受是眼耳鼻舌身等50的苦乐感受，心受是人们意识上的忧苦感受。二利，自利与利他。上求佛果是自利，下化众生是利他。二合，理合与事合。理合是二圣者共同断除见思二惑，即共同证悟无畏的道。理事合是对凡僧而言，共有6种，即身合、口合、意合、戒合、见合、利合。以上理是二合，名为僧伽，即合众的意思。二苦，内苦与外苦。内苦有2种，一切疾病为生苦，忧愁及恨为心苦。外苦也有2种，一为盗贼虎狼之害，二为风雨寒暑之灾。二名，内名与阴名。内名是佛所说的一切大小乘教法，阴名是考定邪正分清真伪的理法，相等于现代的论理学。二果，声闻乘的果位名，梵语叫做斯陀含，华译为一来，意思是修到了此果位，死后升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上的人，再升到我们这世界来一次，就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义和盛堂活动概况。编辑部。1. 活动预告。月日学界4年教育研究班。月日全天候点到。月日夏季班及常青班。月日年夏令大专高专成长营在南新举行。月日学界联谊会在义和举行。2. 活动概况。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第5届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于4月15日甲辛一组义和圣堂举行，由王理事长亲自主持。资将概况报告如下，参阅图4、5、6、7。
报告94年工作。报告第5届第5次至第9次理监事联席会重要决议案。参加本次会议代表人数合计47亿人，详情如下：基础中数人，天赐佛院人，天机人，发意天恩人，崇德人，宝光崇正人，绍兴人，建德人，玉山人，明本人，明光人，元德人，新义人，天祥、安东人，常州人，浩然育德人，节德人，天祥大同人，文化人，天真总坛人，正义人，法圣人。讨论提案：审核94年度决算表及资产负债表。决议照案通过。审核95年度收支预算及工作计划。决议照案通过。编后语：人生于世，犹如鲸之自助旅行，一个人默默地来，又一人默默而去，不能招亲朋好友，痛来犹后而离去，是多么无奈之事。如能认清这一点，我们人生的方向就须依前人开示，即以慈悲心为怀，处处为后学心性提升着想，为后学铺路。行功了愿，后学才能承受前人们的德泽，即前有道后有德，道务才会越发蓬勃。济公老师教导坛主人才，以道之宗旨为目标，在260中以天心为己心，不骄不傲，并才德兼备，时常慧光返照，以感恩天恩师德之心，牺牲奉献己能，开拓道悟度尽众生。院长大人更是提醒我们，要行功立德立愿了愿，身为坛主人才，时时反观自照，品德火候练得如何，戒律守得如何。要参班充实道学，多累积修办道的经验，修为自己作为道亲的标杆。院长大人有一本考试簿，一笔一笔记下我们的功过，即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皇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是少典氏之子，母名傅宝，怀胎念4月而生下。皇帝少典死后，皇帝记住，因居于积水之滨，故改姓姬氏。历史记载以黄帝大战蚩尤最有名。在黄帝发明中，有史官仓颉首创的最早象形文字，由黄帝正妻雷祖以蚕丝织布才有正式有袖子的衣裳，正式制定了衣冠制度。而见树叶漂浮水面，命其骨画读3成作周集，均为人类生活上的必需品。伏羲是8个卦是代表天地间自然的现象，如孔子曰：是故亦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4象。8卦又可代表卦象、数象、方位、五行、人生、人伦、生物、性格、时间、卦德等。八卦歌则让人容易记取八卦中每一爻之阴阳吉凶。修道是修心，要能与天地同心，与圣人同心，与佛菩萨同心，
若能达到此境界，则可达万众一心，具此大众力量，并依师尊圣训修道修心，办道静心，则道物之开拓必可一帆风顺，马到成功。白羊修士如能去除三毒，遵守孔子所云四务，而二六时中三省无生心，则尽道矣。此外，若能在善知识之护持下，当下忏悔精进，信现佛法身，能利润众生，则不仅是利人天，又能为己广种福田。道学顾名思义，是学道之学问，即如何修道也。一言以蔽之，正如达摩祖师向神光祖师开示之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乳山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又有祖师云，大法大义有大限，真道真考见真心，欲有魔考，切勿手忙脚乱，要坚持信念与节操，奋发胆量与勇气，自然转为慰安，化险为夷。在觉经中翻示何老前人生怕同修们偏离正道，功亏一篑而召开的。因有些道亲不知道学无量，法门无边，道由心学，相由心得，学道学心，心法即佛法，其实良知即天理。若无人至无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皆得其宜，皆得其正，皆得其诚意。真我之实现，在于性体之静静而后显，其不外乎要认理真修，使真我智慧显露，要用真我智慧，并且要欢喜做，甘愿受，以感恩的心、忏悔的心，不断受真理熏陶，终必在凡尘中显现真知，使可收真我实现之效。修道18点是何老前人希望我们认真修办道而所叮咛之重点，我们修道士若能依10大愿及15条佛规，潜心努力以赴，则明心见性必指日可待也。经上的殊胜在于能反光自照，力行实践行功立德，并能自觉觉他。人生最难降服的是秉性，即所谓山可移，性难改，故老前人云，修道要化习性，去秉性修成圆满天性。并且修办道恒功立德外，最重要的观念，如老前人所云，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自我成佛因，不见自性外立佛，起心总是大痴人。南兴王前人已向学界天人合一班学员开示，和老前人生前的词语，道是人类生命的宝塔，生命的指南针，人生创造一切真善美的大基础。更强调道学是人立德建业的功勋，均没有止境的。修道人其生命灵性没有寄托，则其成为醉生梦死之糊涂人生。周复前人则勉励学员，韶华易逝，青春难再，要多读圣贤书，效法圣贤行义，并以师尊慈训论先天，论盛世。你们的责任就是要度尽众生，达本还原，使众生超生了死，返回理天。
论后天，论人事，你们的责任是要完成世界大同。希望大家能发愿了愿，帮办道务，勇于承担责任，为三曹普渡的神圣使命，尽一己之力。庄子曰：我本不欲生，忽而生在世；我本不愿死，忽而死其志。即说，名人在世上只有假体之使用权，对自己生命没有所有权。人生无常，何时死其志？不能预知，亦不能预约的。所以要及时修行，才能达本还原，并依求道时之约，及时调大愿，认清自己的使命，更要珍惜自己的因缘，好好学道、修道、办道了道，以至成道。当时逢甲学院的伙食团，可以说是发一组的道务发展根基，起点传师、讲师的牺牲奉献所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值得我们新一组同修效法。凡人的爱是自私的、占有的，只有大爱，如佛菩萨对众生之爱，是大公无私，是无为不至的。其以此演示众，为的是要普济利众早日到达彼岸，以完成其悲愿。希望我们亦能效法诸佛菩萨弘慈大愿，功圆果满回相念。15条佛规：尊敬先佛尊前提后，其庄中正循规蹈矩，责任负起众圣轻凡，谦恭和蔼务气圣训，默着行香手续必清，初告反面不乱系统，爱惜公务活泼应试，谨言慎行，注印大德方明录年月份。1. 现金部分，廖世豪1本，福慧人士1本，福慧人士1本，林森松1本，福慧人士1本，游成1本，福慧人士5本，吴梦画25本，吴柏林25本，李信荣5本，廖玉江33本，叶俊良33本，福慧人士25本，福慧人士25本，福慧人士25本，林英英25本。2. 华波楚经部分，杨德香25本，注印大德请赐告以何者名义刊出，注印大德功德无量，真稿启示。1. 一贯道或新一祖之历史。2. 天道与一般宗教有何不同？ 3. 道学研究。4. 改变命运的方法。5. 因果之探讨。6. 修道心得。7. 读经典心得。8. 养生之道。9. 人生哲学。10. 办道经验谈。赐稿请寄台南市安南区泰安街巷号李天才收。一和双月刊学界原地征文启事。自亘古上天降道以来，多少修炼者为了窥视道之奥秘，终日汲汲寻觅不辞劳，苦受尽磨难，但终不得闻大道者多如牛毛。只因生不逢时，所谓有缘逢佛出世，无缘的遇佛涅槃。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时值3期末节，
皇天开恩，普渡三曹。道将有缘，只要肯发心，具有善根的人，加上有人引进，都能够得道修道。能在大道普传的今日的求名师一指，都是累世修来道缘。我们神元山义和圣堂能有这么好的修办机缘，更要感谢上天慈悲、祖师弘慈、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和老前人的五大牺牲，前人、父前人、各位点传师的苦心教导鼓励。其中有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能看到越来越多在学学生在念书以外，仍不忘记到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利用课余时间回到圣堂或地方佛堂来学习参办道务，举办过很多活动来共同学习体会到的真意。相信我们在学的年轻到轻级前们一定有很多的学习心得，本月刊希望大家能发表分享彼此的学习心得，并互相学习鼓励，特别开辟学界园地，提供给大家投稿，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征文范围，请作者自行选定投稿之相关领域，谢谢。道学研究班、营队活动、儿童读经、国语启慧班、地方道务、伙食团、国外开荒、学界新闻、来稿注意事项，篇幅以500字以内为原则，中英文撰写皆可。稿件请注明义和双月刊学界园地，征文范围、题目、作者姓名、所属单位、通讯地址或 email 及联络电话。来稿请寄至 email yolandy@yahoo.com.tw 或书面寄至台南市安南区泰安街巷号李天才收，传真0669900120。投稿作者请恕不发现经酬谢而改赠本月刊。编辑部起。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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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双月刊第6期目录年月。本刊讯编辑部，义和圣堂宗旨编辑部。圣堂介绍，参观义和圣堂之书圣编辑部。仙佛圣训，老师的话编辑部。前人的话。生嘴要讲人生生被人讲了悟，历代祖师介绍之一，第3代祖师皇帝王子，道学研究，易经研究陈永宏，认识宗教陈木根，修道在印证曾进长，现身为道者9信条冯清心。刚毅木讷王佩玉，新的妙用编辑部。愿心愿行化短暂为永恒，使生命有光彩编辑部。95年冬令大专暨高专成长营讲题。
回首来时路，也无风雨也无情王彭能寻回爱众的星辰瑞娥。借人事替己身，体天恩担大任正小分。即墨身后事，真道为依归马物理。道学用语词汇礼仪章。仙佛圣歌。南平司徒编辑部。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征稿启事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本刊序编辑部。在6月念5日夏季常青班开班时，陈典传师致辞开示，除修道方法之摘要外，另指示各位道亲，不分乾坤老少，希望能够背诵经典并参加状元考试，考中后发给证书，是引法族终身荣誉，何等的无上光荣！尤其是给子孙立下好学的榜样。为响应此举，本刊特将考试科目本文4地登载于本刊，提供读者背诵，期望贤大德好好利用。兹将必考及选考之科目刊登于后，经典本文则以后依序刊出。1. 必考科目：道之宗旨理运大同篇、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太上清净经、弥勒救苦真经。2. 选考科目：大学正式、中庸正式、论语选读、老子道德经、金刚经、六祖坛经选读、孟子选读、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士敦品崇礼、孝父母重师尊、信朋友和相邻、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恪遵四维纲常之古礼，洗心涤虑戒假修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义和圣堂宗旨。近年来，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的确带来便捷的物质生活，但也对整个社会产生许多负面的影响，诸多层出不穷的交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老人安养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等。然而，要改善这些问题，必须从净化人心做起。孟子曰：天下逆源之以道，而一贯道义和圣堂也秉持孔子成人，孟子取义大无畏的精神，人积己积，人逆己逆的大慈悲心，来唤醒人们的本性良知。咱们义和圣堂结合了国内外道亲与社会善心人士，来推动圣道于天下，希望整个人类之间没有暴力有和气，没有苦脸有笑脸，没有争夺有付出，付出就会结出人人能对社会多一份关怀，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推广至家庭，则父慈子孝，实现人间天堂而缔造祥和的社会风气，进而达到己利利人，己达达人，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充满富丽祥和的弥勒家园。圣堂介绍。
参观义和圣堂之殊胜。一、欢迎大家参观义和圣堂。当您踏入大门牌楼后进入圣堂广场，在右侧可看到于的砖上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净瓶，参阅图一。参观者经过此处后，观世音菩萨的甘露可沐浴洗涤我们的尘染，使我们的身心达到清净，以参观庄严的圣堂。经前贤的介绍可了解一贯道之文化传承。注一净瓶玄机，请自己参悟，是什么甘露水一滴可以起死回生。二、当您参观完毕，走回广场就可看到弥勒佛、布袋和尚的乾坤百宝袋，参阅。图二，弥勒佛会把千载不谢的秘宝赏赐给您。注二，乾坤百宝袋内到底蕴藏什么玄机？三，之后再往前走，可看到济公活佛的葫芦，参阅图三。入佛门的受真理之冠，顶与启示，往后能效法济世度人，治众生之生死大病，了脱生死轮回。注三，葫芦内卖的是什么药，能治众生苦厄？四，最后出大门牌楼前，可看到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参阅图四。师尊山洞送您出门祝福一生平安，参阅图四前文字。此种幸福是参观后可共享之一贯道文化的殊胜。注四，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到底能多凉爽、多快乐呢？做佛是否很困难呢？其实做佛，只有行佛的那一件事情，就成就那一种佛。六欲清净是离欲佛，自性不动是坚固佛，内心谦下是不高佛，猛勇精进是无畏佛，百魔不退是金刚佛，应用不染是出污佛，布施广舍是善财佛，因人说法是教化佛，般若波罗是悟觉佛，非礼勿视是静目佛，非礼勿动是静意佛，非礼勿言是实言佛，心无爱是无忧佛，开示悟入是导师佛，钓玉带福是药师佛，诸善奉行是吉祥佛，广舌妙音是狮子吼佛，死而不亡是无量寿佛。先佛圣训老师的话，编辑部新义纯阳圣道院记义和圣堂学界仙佛班。一、修道半天事，就是众生事，不管怎样，以道为前提，为众生而着想。大家都是道场的人才，道场的栋梁，不管怎样，就是要把使命扛起来，全心全意的投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的提拔，互相的学习，互相的效法。二、前贤有不对的地方，身为后学的，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辅助前贤。做事要中规中矩，虽然不能得到满意结果，不管怎样，还是要中规中矩，别忘了是修道人。不可有投机取巧的心态，要遵规蹈矩去做，做得正正当当，才可以称为修道人，才可以称为是仙佛的化身，
才可以称为白羊天使。3. 修道不管环境再恶劣，同堂修道相处怎么不融洽，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走你的修道旅程。修道旅途许多障碍，许多不如意，不管怎样，就是要修，就是要冲。4. 修道办道过程中，老是修不好，毛病老是改不掉，脾气老是一大堆，怨念老是丛生。人最怕互相纵容缺点，缺点不可姑息，不可纵容，不管怎样，还是要修。修道办道，有意见不合，沟通不了，不管怎样，还是要尽量沟通。修道策划，道悟不怕意见不一，只怕沟通不够。前人的话了悟，生嘴要讲人生，生被人讲台语。古人云，上帝生给我们人2个眼睛，2个耳朵，但只有1个嘴巴，它就是要我们多看多听，少说话。不止少说话，而且所讲的都是好话，不是要以这个嘴来批评、诽谤、怒骂，道人长短，讲人是非。人生4难当中，人生难得。身为修道士，更应珍惜此生，用以行善，行道，多做有益社会人群之事，以身作则，为后人之表率。在为人处事当中，应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胸襟。但有些人反其道而行，要求别人特别严苛，别人稍有差错，都看得一清二楚，立即讲一大堆道理，指责其不是，但当自己所作所为有不足之处，又常常找很多理由来原谅自己之不足。日常生活中，见同修们对父母妻小，说话大声，态度不佳，就会提出自己之见解，加以指责，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当然互相规劝是好事一桩，但当自己回到家中，稍不如意，对父母妻小，一副老大的面孔，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之模样，与受其指责之同修又有何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鉴于此，前人慈悲，因此常以生嘴要讲人，生生被人讲，简单2句话，点出无辈之通病，劝勉后学们要言行一致，脚踏实的，不可前面做自以为是，而背后受人批评指指点点，甚至唾骂，而影响整个团体，那就罪过了。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历代祖师介绍之一，王子。第3代祖师黄帝序。黄帝还造宫室，宫室就是房屋。黄帝时代以前的人，虽从有巢氏就发明了窝巢、金穗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若干年的变革，早从树上移到地下，但进步的并不快，仍旧停留在窝巢形式上，改良的地方不已不少，还是一个茅棚。直到黄帝时代，才有了正式的房屋。
皇帝又定干支，命大挠造甲子。据说皇帝时代有一个人名叫大挠，懂得天文，定出了天干与地支。干支拼合起来以纪年，一周是60年。历法的发明是与农业发达有密切的关系，种植农作物必须掌握天时，不致违反季节。由大脑总结了古代农民的经验，做出了干支命荣辰造历法，较明预知时辰节气的方法。还有一个名叫林伦的人制定了月律。据说林伦精通乐理，他把竹子结成12个长短不同的竹管，钻上了眼子，用嘴吹出声音来。声音高、下、轻、浊各有不同，分成12个音阶，叫做律吕。再用律吕制成各种不同的乐器，并作弦持之乐。皇帝祭天以及各部落在丰收猎获之余，开庆祝大会时，均排满这些乐器。当乐曲奏起来、唱起来，当然要比从前吹着牛角号那样单调的声音要优美得多了。皇帝又继承了神农氏的传统，发明了医治疾病的方法。有个名叫岐伯的人，懂得医理，就多方探讨，终于被他用药草治好了很多人的疾病。他曾把他的治病经验和皇帝的一问一答记录下来，成为一本中国最古的医书，名叫《黄帝内经》。后世人称懂得医药学的人谓之善岐黄之术。此中的岐就是指岐伯，黄就是指皇帝。还有一个名叫厉守的人，懂得数学，制定了度、量、衡，使后世人知尺寸、多寡、轻重。据说皇帝时代已经发明铜器了，但非青铜器，青铜器商代才有，皇帝铸宝鼎就是用铜铸的。铜器出现，石器就落伍了。铜不仅用之于兵戈，成为锐利的武器，用之于耕作，也较石器的效力提高了好多倍。这说明黄帝时代的文明已飞跃进展，因此连铸钱事物、继母射井、化野分州也算在皇帝头上。凡此开物成物之道，使民安居乐业，是已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到守阳山采铜铸九鼎于金山之下，此鼎神直文金，能轻能重，能习能行，知极之凶，知存之亡，不着而废，不及自满，终身无畏，真神物也。皇帝乃炼九鼎，丹服之，以法传于原子宝鼎制成，他就回归天上了。黄帝轩辕氏据传活到100岁，葬于乔山，今陕西省黄陵县，其陵墓至今犹存。其陵中状态为由天降下一条龙来，乘云驾雾，飞升在皇帝面前，满表示迎接之状。皇帝就跨上龙背，冉冉上升，回到天庭。由于皇帝对人世间的贡献，故被尊为中央土德之地，象征着五行中央土德。
中的黄钟通理，传说中还有人说皇帝有4张脸，其实正意味着皇帝能居中通理，明达四方之意。然而他贵为天子，亦自知不能免于轮回之苦，于是他到处访求名师，或参禅打坐，或采药炼丹，终究非超生了死之道。坊间出版一本名为《42品因果录》的书，书中第1品便是叙述皇帝为追求真理大道而拜了72师，虽然师有德，但终未能点破生死窍门，最后拜访广成子，方悟大道之真确处。虽然故事中的叙述有多处不合史实，但在求道精神上的陈述则异常精彩，不妨当作励志小说读。序完。易经研究，陈永红。第4节，易之4义及易经的作者。易之4义。含义：不义、简易、交易、变易。缘由：易经正是曰：至易、太易、太一，为万有之始，以上即所有也。又恐子曰：亦有太极。不义，系辞传2章1节。孔子亦大传曰：干之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之，坤以简能。系辞传4章1节。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简易，系辞传3章1节。孔子亦大传曰：是故刚柔相磨，八卦相当，鼓之以雷霆，论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水火相济，一直一文。此易经诀窍称为交代生卦。日本学者命名为交易生卦法。交易，系辞传14章3节。孔子亦大传曰：刚柔相推，便在其中矣。系辞传1章2节。又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谓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长，刚柔相易，不可谓点要，为变所适。系辞传9章6节。又曰：生生之谓易，丞相之谓干，效法之谓坤，吉数之来之谓战，通变之谓势，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传第3章3节3段，变易。触类旁通法。易与道家的相互关系。庄子寓言篇曰：言臣子犹谓东郭子木曰：自无闻子之言，1年而也，2年而从，3年而通，4年而悟，5年而来，6年而鬼入，7年而天成，8年而不知死，不知生，9年而大妙。参见南华经。易与佛家的相互关系。华严10日，阿含10年，方等10年，般若10年，法华10年。易与儒家的相互关系。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篇。易之4义给我们的启示：
大其心，以容天下之物；平其心，以论天下之事；虚其心，以授天下之善；乾其心，以观天下之理；定其心，以应天下之变。二、易经的作者伏羲圣人画卦，以明天道，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从观卦会通宇宙之妙理，而留下先天八卦及64卦圆方图。文王圣人系辞，以叙人事，一大事因缘，是从明一卦感叹人性光辉人心早已被世俗的名利迷惑，无从启发，因而著作后天八卦及周易之序。周公圣人者爻辞，以补吉凶，进退，动静之静，是从简卦透视人生故。如易之事十有八九，从中更体会384爻的妙理应用无穷，因而著作爻辞。孔子圣人者亦大传，以明万理，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角，是从困卦融通先天意及后天意之妙理，进而感叹之因难寻，于是留下易大传一书，至今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高的哲学理论。三、结论。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成全人的方法。有如实语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思书爱者。历代医学重要著作。认识宗教。陈木根。宗教是什么？许多学者专家试图从一切宗教类型中的共同因子去寻求答案，结果均归于人类学泰斗，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之古典定义，即认为宗教是对神灵的信仰，因此后期的学者认为一切宗教共有的特征就是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延伸到超自然的事物和力量。在这个定义之下，对神灵的信仰不管是原始社会、俗民社会，或是现代文明社会，都称之为宗教，因而有原始宗教、民间宗教和文明宗教之称。宗教在外形上可分成各种类型，但其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宗教对人的关系也有其共通性，主要有以下3点。宗教能回答现存的问题，如世界是如何发生的，人类和自然物种及自然例如何发生关系，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有成败，有祸有福等等。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对这些问题操心，但每个社会都会有哲学家企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大部分人都相信这些是神的安排，是以只想如何应付、解决和对抗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所以要古运、要请法师做法的原因。宗教设定宇宙中的控制力，而维持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神明、祖先、厉鬼均能强化规章制度的遵守，并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理由和意义。宗教在各复杂的阶层化社会体系中，
可以维系统治者精英分子的权势并强化现状，如我国的天命思想，造成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帝王受天命而为王，代天行道，每一个皇帝都说他自己是承天启运，自称天子。这些问题就是死亡、疾病、饥荒、洪水、战争、失败等等。在遭受悲剧、焦虑和危机之时，宗教可慰抚人们的心理，增加生活的安全感和信心，激发生活的勇气。如以孤悬台湾东南海域的绿岛人为例，其自然环境限制了农业的发展，从事捕鱼又缺乏科学设备与技术，因此产生食物的忧虑。食物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所需，由于这种忧虑遂引起内心的不安。而在海上作业，因下半年风浪大，当地居民的冒着生命危险的威胁，海上捕鱼有许多事又无法预料和控制，以致有时当人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代价后，所得到的却极为有限。这种挫折时常为他们所面临，但是宗教却可增加他们克服这种挫折的信心。他们相信，只要平时不冒犯神灵，同时若不断的祭拜，一定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有好报，如此使能增加生活的勇气。宗教就是教育，它具有美化人生、充实人类感情的功能，同时可以调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矛盾，促进人生进入真善美的境界。人是感情动物，感情合一，智是最微妙的心灵活动，而举凡人生、男女、爱情、家庭、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是有联系的感情组织。倘使缺乏宗教伟大的感情，亦使人生陷于渺茫、悲哀和失望，甚至毫无目的，也无存在的意义。时至今日，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和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促使这个世界陷于一片疯狂、残忍、冷酷和盲动，走向人类自相毁灭的途径。因此，宗教乃具有社会教育的价值，不但充实人生、安定社会，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维系世界和平的功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宗教对个人、对社会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各种宗教外形上的差别，渊源于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变异，而其宗教功能与目的却是一致的，即都在于劝人为善、美化人生以及促使社会和谐。为求达到这些目的，各民族、各社会依其传统而产生不同的信仰行为，而宗教的行为或多或少都具有神秘感，同时虔信的程度也有其深浅之别，以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或多或少带有迷信色彩的成分。中国民间宗教摄取了儒家的伦理、佛家的哲学、道家的思想以及传统的信仰
三教合一融合而成为一种多彩多姿综合性的宗教。外表看起来似是甚为繁杂，神道仙佛鬼魂皆为崇拜对象，僧尼道士鸡同红夷皆为宗教执行人，但实际上却自成体系，适合民间心灵上各种的需要。这种综合性的宗教，既非道教与儒教，亦非佛教，而是我国特有的中国教。如前所述，宗教最简单的定义是对神灵的信仰，为世界上各民族社会所共有的文化现象。修道在印证。曾进长。一、前言。在尽德修业的过程，一个人想发心修道，实不平凡，然而在修道的过程中，举步艰难，处处考验，殊不知考验却是难免。人的一生能踏上修道之路，有如唐三藏往西天取经，《西游记》的故事。唐三藏沿途收服白马、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等徒弟，途中经历了80亿劫难，除恶魔、妖女等，最后才达成任务，故要了解修道与魔考试孪生姐妹是相伴而行。如《西游记》，它代表着修行人成功的5要素。三藏代表着发心的菩提心，悟空代表着进取、忠贞不二、与人为善，不为自己存亡操心。八戒是以其9尺把，八空代表除去酒色财气、贪嗔痴爱，如此方能在修行过程中心逢荆棘岭，而能披荆斩棘，使西方道路更平坦。悟净代表修行者该守拙特性，能含蓄内敛，沉默笃实。白马代表忠厚负重，长途跋涉，艰苦踏实。又如孔子传的故事，母亲栽培的苦心，择善不直问李老子。周游列国，成才绝良，代表为真理而努力，为君子而战，正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的写照。为真理护法著作春秋。2、修道的条件。善根根基，祖德护持。佛缘前种善因，广结善缘。识透四念处，以四念为助。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3、道之本源。儒家明道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天命为性，率性为道，修道为教。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次言存养省察之要事。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佛家如是我闻，应如是住，应如是降伏其心。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的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弥勒真经。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正考三圣。落在中原3星的大正四川王桃心，任是西来白杨子，香而点铁化成金。
道者路也，路者理也，理者理也。达理于视听言动无不合理，以达至诚之道，是天理之结文。内可修身，克己；复理，外可使众生得安分守己之功，故不学理无以立。不知理者，是非所当是，听非所当听，言非所当言，动非所当动，则有误而愈。纵招侮招祸，至身为也。故明体而达用，即明人之本体有仁义礼智信。圆满体正之学者、智者，能以大智慧、大彻悟突破烦恼，直了就近。4. 修道之体认。清净经，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谓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即着万物，即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着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佛告迦叶沙门共有32，出家人应远离欲觉、田觉、恼觉、自赞、毁他，邪求利弄，因利求利，损他施福，复葬罪过是沙门垢。故事：百喻经中，愚笨人想利用牛奶招待客人，若每天挤压无处存放，因此等要用猜忌的故事，烧饼店的故事，另放盐巴的故事。以上乃前世欠修愚笨无明之现象。商人经商去，回来买记经过，向前3步想意想，后退3步想意想。嗔心起时要思量，席下入伙最吉祥。两舌锁口辩双龙戏诸和尚的故事。以上代表修行与智慧的故事。5. 结论：以古灵度喜运的故事。狂风冒雨去，披星戴月回，不知身有苦，只恐病难全。窗门误深入，铺窗丝飞出，不能钻过纸，何日出头天？点开通天眼，飞升到瑶池，低心谈佛法，明月照双渠。灵光独照，秋发清晨，体露堂堂，不拘文字，心隐无染，各自圆明，离诸妄。渊即如佛，现身为道者9信条。冯清新。1. 前言。爱因斯坦只有为别人而活的生命，这种大无畏的心量最值得推崇。接受一份职务就是一个承诺，要尽心去做。2. 兹将9信条介绍如下。1. 应以待命的服务者自首。服务人群是件辛苦的事，但若怀有理想，甘愿的付出，就会有幸福的感受。佛经云：欲成无上佛道，先做众生马牛。2. 必须常常往下望，念念后学，为后学设想，契应众生各种之因缘，引导真正回天的航道。帮助别人不能一厢情愿，要了解对方其所需，慈悲也要有智慧。3. 要由自身做起，然后使人人不思其利，不思其身。修道以身作则，行道以德化人。付出必须出于单纯的爱心，不能有图自己私欲之念，才能真正受人尊敬敬而。
影响带动更多人付出。4. 以我的道义情感来培养记起的道义情感。情感是直觉的、主观的、直取的。道义、正义感。现身为道者，本身要健全，能行身教，以身作则，发挥道义情感，以道义直。贯于上下之间，且有4一家人之情感，居上者能如是，可以促进上下团结一致。5. 应以亲善的爱心来爱群众，成全善男信女归绝路。亲善、温良、恭、谦让、五德。佛云：以敬重我的心，敬重他。真理3分情，7分理。6. 识人之识者做人之事，得人之医者怀人之忧，成人之车者改人之患，成人之望者造人之福。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已。7. 不因名利、贪嗔、妄想、对待、仇恨而起斗争之心行。名利。舍利子有形者不真，舍利子真者无外在假相。贪嗔、妄想。贪图享受、五欲、供养。嗔，凡事情不合己心，或受到严厉的规劝，或再得不到人们的恭维。妄想，成佛作祖、大圣人，不退转之心。对待，仇恨。我们不能以牙还牙，变成过业苦之流转门。忍辱先人，我能忍受而无怨恨。一个真修道人，不一定要理直气壮，而要低声下气，谦下的人才会流露出人格的高尚。8. 要感情凝固，唯有凝固，后天自私自利的感情才能发出先天至情至性的菩萨心，为广大的群众谋更大更阔的福利。以众人为一人，以众心为一心，无四相，菩萨也。我相，迷人靠有财有势，慕容贪贵，轻慢一切人。人相，虽解行仁义礼智，不行普净，而艺高自负。众生相，好事归己，恶事施于人。受者相，对境取舍分别。9. 立身行道，为群众谋福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身行道，应负起责任，坚守修道原则，为天道真理而效命，为万世化人而服务，为改造社会不良风气而努力。经得起考验，受得住煎熬磨练，不灰心忍侮辱，守恨逆不退志。要耐性防失败，不自骄要廉洁，明淘汰不自欺，不造作大觉性。结论：修道人言要实心宜虚，气宜柔，志宜大，骨宜刚。刚毅木讷。王佩玉。1. 前言。子曰：刚毅木讷，敬于人。资逐项介绍如下。1. 刚勇不屈。本文为领袖者，必须认识道真、理真、生命要紧，才能发挥真强而中立不移，才不至于屈服于威迫、利诱、情牵、事使。故曰：
刚者能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玄奘大师愿向西方一步死，不愿回头一步生。陈大姑前人，前半段是花钱受累，后半段是充满喜悦。王觉义祖师，天道幽深更玄远，凡人焉能看得穿？名师一指天堂路，返本还原作阴闲。六祖，我心自有佛，我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觅真佛？佛在身上坐，何必远烧香？芝兰生于幽林，不因无人而不芳。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败节。困穷、情谦、事使、威迫、利诱。师尊云：不忘私情，不忘私己，则大志难立，大事难成。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教；忠立而不义，强哉教；国有道而不辩赛，强哉教；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教。公孙丑，道则高矣，美矣，一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未可及而日滋滋也？孟子，大将不为捉弓改废神墨，亦不为捉射而变其构律，君子隐而不发。悦如也，中道而利能者从之。仙佛，困穷与患难是上天磨练一个人的品格之最高学府，此学府非尽人皆能入，幸运之者，乃是上天厚我之甚也。若不能于此求得精义与自爱，乃辜负天恩。哪个圣贤仙佛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逆境成就了多少菩萨，相对顺境送走了多少菩萨？修道三不怕，不怕苦难，不怕批评，不怕毁谤。何谓大丈夫？能勇猛精进，双手拨开生死路，不为环境所左右，不因得失扰心机。刚者能守。孟子曰：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二义坚忍有为。曾子曰：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为己任，死而后已，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本文为领袖者肩负一方道务，成全道亲之责，又设法继续接引众生登岸。环境是恶劣的，又无权无势，只能慈悲设方便。比喻三车河上推机。师尊，爱可使为非作歹的人觉悟，痛改前非；爱可使顽固的人影响感动，改变作为。本文故只有坚忍克难，发挥好智，创造气氛，借以推行道务，其有以完成使命。故曰：义者有为。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成事；虽有资机，不如呆时。师尊曰：君子当全积福，言下立功。有事见功易，无事见功难。仙佛，修道的路不论多么长，都要走到尽头。修道的心不管变化，总要修持永久。修道的伴不能分离，时刻切磋携手。修道的人明辨清浊，一切任理实修。
故曰义者有位。3. 目视真朴而敦厚。本文非器具，无我见，谓之朴。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谓之朴。师尊曰：我们修行人是救世的公仆。本文为领袖者必须眼光远大，胸怀坦阔，看得远才能不计较利害得失，站得中才能辨是非，举直错枉，虚其怀才能容人，阔其胸才能惠人，故曰目者善容。佛家四摄：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南海古佛修道是修自己，刚柔并进，不要固执己见，要容纳别人，如海能纳百川，才成其大。修道要有宽宏的心，才能承担大责任，办大事。4. 乐事口钝而正言。子曰：巧言令色，先以人。子曰：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本文非人不言，非事不说，谓之口钝。该言必言，说必终结，谓之正言。池蛙万造，人皆厌之，熊一啼，天下皆知。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本文为领导者，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愤世。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无法拔去。本文口不轻发，谨而后言，则言重德威，后学心服；言有条理，事有规矩，则后学从容遵循，亦成事功。故曰：乐者善言。子张问仁，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院长大人，一个修行人在道场上修养，要使人信服，要以身作则。付钱人，跟我来，不是你去做。一个真正明理的人，他是以身作则，做比别人用心。所以说，身教者从，言教者诵。子曰：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师母，壮哉！圣者不在能言，而在能行。参结论：有真根基才能稳定道场，有真智慧才能突破难关，有真实力才能独占鳌头，有真修为才能真正超脱。心的妙用。编辑部。1. 前言。老云：修天道离不开开阐度化，发佛心用苦口不倦诲人。师尊云：修道修心，办道静心。又说：末法众生以觉为师。六祖云：一切福田不离寸心，皆离不开心。因此我们修办道宗旨，既是化人存养醒察要由心下手，故觉悟是末法修办最重要的功夫。2. 成佛成魔由心造。成佛成魔皆由自己做主，天堂、地狱一念定生降。心念、作为、习惯、个性、命运，修道可改变命运。念有生、壮、老、病、死。
故守好心念，去恶存善。为善之心不可自主，为恶之心不可自遏，故沉沦。有了恶念，生发众恶，即污染性灵，失去光明；无念则灵，去垢则光。善念升华，恶念沉沦，进入十田沉沦为种子，以冷热气流为例。修道即光复本心，达本还原。学生之前，先学死，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心不可不虚，虚则以理来居。心不可不实，实则物欲不入。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三、佛魔之分。佛魔有此分道，一念定升降。回头是岸，回到明师一指处，心方能清净。刻骨铭心，明师一指，方知心在何处。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结谓之和。仙俗，心上升则成仙，堕落则为俗。明师一指是升降，生死关头。回到此处，才能潜入心灵最深处，达真境。四、心平意定。回归此处，才能真平定、平安。由此处去调和统一一切众理、纠纷、身心，万事万物皆有关键定点。平常心即是道，临海风下其为例。调素琴，阅金经，心是一把如弦琴。安天下之正位，行天之大道。海浪、雨、风不平静，灾劫降临，人心亦然。五、心平气和。放失本心即迷，散精气神。收心回归原点即物，聚神，烧开水为例。心随四门游走，影响生意。觉悟才能放松心情，反省改过。忏悔之真意。用心，专心致志，即契入空性。空心才能真正发挥潜能。生命有重心，否则心未形意。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身口意皆作坏，则恶报快，如沉静心。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性心身合一。勿落入旁门左道，怪力乱神。江海不择细流，修道要兼容并蓄，圣人成一家之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说明不二法门。细理不通，大道难以通达。七、修缘是最高境界。坚者阻力大，受伤大；圆者小。以苹果、杨桃为例。心存邪想、恶念，则心有如刺猬，易毒人、伤人。心虚则易自卑，自卑则自大。心有缺陷，故要修补，使之圆满。修圆才能行远路，转法轮。心地光明是圆融，心存计算，自私是圆滑。心虚往外攀援，则危险。人的一生就在空虚与痛苦中轮回不已。修缘是最高境界，如星球、光晕，称人曰圆如方指。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8. 保持直心成佛有余。佛曰：八正道，修道以正心为要。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开车为例，高速公路既快又不费神，山路则路远伤神。直心是道场，忙是王师直心，故成人心、兽心。德是直心所表现的一切行为。勾心斗角乃人心、兽心。认准天命经线，勿落入旁门左道。太阳之经线，让万物成长；所垂经线，让灵性回天。保持出发心，直心，成佛有余。9. 悟空方能成佛。一阴一阳谓之道，佛魔同体。烦恼即是菩提。不着相，如气球被线拉住，无法升天。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有欲观其窍，无欲观其妙。人心非光明即黑暗，如昼夜轮回。七情六欲，三障业惑所知障，如乌云密布，障碍本性。悟空方能成佛。10. 一切唯心造。福田心根，种恶草、杂草，或满园花朵盛开，自己选择。花开见佛，以蒙娜丽莎为例。孔子行道历程，70从心所欲不逾矩。心正一切正，心邪一切邪。庄子真人、神人、智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思想法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人人心中有一把尺，心不安即不合道。11. 修道以守佛规为首要。9色财气四堵墙，多少迷人在中央。若能跳出此墙者，便是人间不死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否则即造罪。佛规乃是天戒律，不守焉能顾家规。逆转法轮，为机即转机。希特勒则走入毁灭。以螺丝打陀螺为例，一切开关往左是开，右转是关。转动才能产生力量，心越用越有光芒。12. 中庸之道。灯光光源成十字，放光即成四射或辐射，中心点乃心源所在。人背着十字，带原罪。人生即十字，老子无爱此生，无患此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彼此互动要公平。上天垂爱，大地回馈。中庸之道。从黑洞、台风、漩涡之空，悟到自性本空。中正、中和、正常。发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十方佛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人格伟大，庄严净土。13. 戒尽天地。大可包容，圆融万事万物。大心有大作用，以飞机鼓为例。大能轻，能高，能超越。大能化，如大海化污浊。大能自由，有转圜于地，空间大能转动。大能承担，卡车载物。
福利大，可不断提升。看清自己，通达无碍。大力量，法轮常转。圣灵饱满，养天地浩然正气。14. 回光返照以求精进。合中道，中能清能平。彼此尊重，同理心平等心，互为对方设想。合作无间，力量无比。阴阳相合，如杯、盖、锅子。身心平衡，双手、双眼、双脚为例。不生垃圾，胡眼为例。相对论，得失、舍得、长短、大小，一切事物皆互相对立。洗衣机，电扇之轴，中道为轴。定心，方能转法轮。回光返照，反省，以太阳为例。15. 己利利人，己达达人。未成佛道，先结善缘。一念助人，让人心存感激，彼此心性皆提升。度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心清净。认识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救己先救人，内圣外王，己利利人，己达达人。16.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人有3种天赋：身体、情感、情操、心灵理性之天赋。人神好亲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遣其欲而心自静，诚其心而神自清。化精入气，化气入神，化神还虚。以佛堂为例，说明理气象之理。以人、动物、植物为例，说明3境界。保精则气定，气定神闲。去阴命，止宿命，为天命。17. 结语。六祖云：菩提指向心意，何劳向外求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总之，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三曹普渡化有缘。三曹普渡人鬼仙。一朝的寿命失职，超生了死入理天。愿心愿情化短暂，为永恒使生命有光彩。编辑部。1. 前言。人生每人都有一个愿望与念头，但瞬间念头虽无法常驻，但若发了一念之善愿，能好好的把握，依愿实行，如佛陀或其他圣者古德们，启发内心深处的愿力，确定把握今生方向，因此往修办道之路走，甚能守住此一善愿，付诸实行的行动。把握当下的恒持，虽是刹那的人生，生命也能化瞬间为永恒。人生的变化万千，时日的运转，一切都在瞬间变化之下，能要求当下时不可得。但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去、现在、未来无不都在当下的一秒，环境的大自然不断地在流转，生命也同样在微妙行运中变异。如何化为永恒与光彩？2. 成就人间希望的大愿。愿是我们的生命中魔所不在，但有人为自己立定目标，一生追求自己的快乐与享受，有人却不为自己，却为社会中孤苦无依者
或在众生中发起救度众生慈心，悲愿而奋斗与努力，甚而尽管有时是困难重重，但能愿心不退，无懈的努力，甚而能汇聚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如史怀哲不忍非洲的贫病而深入非洲行医济世，又如德雷莎修女到印度为贫困的病人服务，又如历代祖师大德们到处济世度人，不管是为救度众生或令在永住所发的慈心悲愿，以及所成就的一切愿行。如我们义和圣堂的同修大德们，同心同德合力，共同完成不可思议的圣堂建设，甚而开荒国内外道路救度有缘。如诸佛菩萨在因地修行时，没有不立下宏伟大愿，佛圣菩萨发了愿就如同学生定了功课表，有了目标，有了动力，才能依愿而行，才能循序进步实现理想。愿是能为人注入一股提振生命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如乞丐仔的故事。愿不分大小，发愿是为了突破现实生活某种的局限，或改革某种不良的现象，使之能令群众整体或历史突破革新，如我们三曹普渡，这一切都是我们发愿的目标。但不管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或为人的整体考量，没有筑梦踏实的行动，一切都只是空思梦想而已。人们常说有梦最美，从孩童时指小小心愿，随着年纪的增长，思想更成熟，家诸学道后，取而代之的愿更为实际，更远大的志愿。三、发愿是生命的重新定位。事实上，多数人的志愿大多围绕着事功名利打转，终其一生的努力，即使能达到所求，亦只不过是个人的生命光亮，但亦有些人却不以一己之私，而将心放在他人利益之上，因此看到社会或环境不足时，而发愿改革或建造，这种愿心如现今社会人心的沉迷而发救世之心的前嫌，犹如夜空中的星辰，恒常定位在宇宙的一角，默默放出自己的光芒，但它不一定是星空最耀眼的主角，却能给予黑夜的行人安全与慰藉。然而，发愿就是一种更巨大的内在历程，其最初的动机，有时往往是一个不起眼的理由。很多团体的义工，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小因缘，可能因此令人发起奉献的心。发愿需要有很强的驱动力，才能贯彻最初的愿心。可贵之处就在难行能行，难舍能舍，能够不计利害，不论成败的心态。如过去的古德大师圣佛为了弘法利生，留下可贵的事迹，如唐朝的玄奘大师为了求取佛法的真意，不顾当时朝廷禁令，孤身强渡沙漠，冒险西行天竺取经路途经过种种的生死交关的险恶，但是想起曾经发愿为求无上的正法不到天竺绝不东归一步的大愿，咬紧牙根终于完成了艰巨的愿行，
亦如老前人来台开荒之艰辛，不成功绝，不退转。4. 菩萨为利益众生而发愿。慈心悲愿是出自于一种崇高精神目标，背后是为佛法、正法、为众生，这正是大乘菩萨的精神。发愿是菩提心犹如撒下成佛的种子，因此发愿之后当下即名菩萨，亦即出发心的菩萨。在佛经中，诸大菩萨都是在久远劫以前就发大愿，像文殊菩萨有24愿，普贤菩萨有10大愿，观音菩萨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的48大愿。如地藏王菩萨发72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如师尊师母的三曹普渡大愿，如老祖师把娑婆世界化为莲花净土的大愿等等，都是为慈悯众生的苦难，为发愿救度而成佛。因此我们应效法菩萨精神，即是效法其所发的慈心悲愿，修菩萨道的人即应发菩提心及利人之心，透过利人过程中完成自我历练，自利利他中提升到能菩萨心。行时是极不容易的，如火中的青莲一样，出世是大丈夫的事，而菩萨是大丈夫中的大丈夫。如有一位发心不退对众生的利益，实在是不可度量。5. 人人发好愿，共建人间净土。生命的成长是一种自觉他的过程，觉他之后起了利他之心，但透过发愿才能更坚固更长远。而在利他自利的交替循环中，个人的自我成长也将更显得有意义。发愿也可说是将自己的精神频率调至与诸佛菩萨及诸天护法的频率相契合，转化当下的生命情境，于是生命就得以从前世间凡俗的缠缚中，被高举至神圣的空间，达尽无边际的视野。尽管我们现在所处是充满忧悲苦恼的娑婆世界，但是能透过发愿把我们内心向真、向善、向美的期望化为实践的力量，那么五浊恶世也将化为净土了。6. 结论：从古至今，无数的佛圣菩萨行者前仆后继，集聚各种愿力，以各式各样的愿行来成就无数的悲心大愿。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社会文化方面的愿行形式，到现在仍然以不同的面貌持续着，即使愿行的实践因时代而改变，不过成就安乐世界、成就众生的大慈悲愿心依旧是亘古不变的恒传。回首来时路，也无风雨也无晴。王鹏能。1. 前言：不论危机或转机，唯有勇于面对，才有机会以谦卑感恩的心来学习，把挫折当成历练，把自己交给上天。多年后蓦然回首，只有感谢天恩师德。2. 本文。1. 后学进入伙食团的因缘。因想度同学，反被他在伙食团放鸽子，而接触伙食团。在伙食团的第一个体悟，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漏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修行当认理归真，不要太执着外在形象，当如理实修。丹霞烧佛，点传师同意后学可以就近接近发意崇德伙食团，但不能立愿。二、逢甲伙食团的起源与现况。民国年逢甲学生吴景山求道，年度方国民于法会中，因冤欠附身显化而发心。同年辗转度了10位同学，开始学生包裹，学习吃素，修办道，后来将学生道路传到北、中、南各大专院校。第1位求道学长吴景山讲师于民国年归空，学修道景年，老封为文景天仙。这都蒙天恩师德。这年来逢甲伙食团出了位点传师，上百位讲师，重要佛堂处，道场开荒遍及国内外各地。三、逢甲的开道史与我们心意雷同处，都由冤欠显化及仙佛慈悲而发心立愿开展道路，都以精诚团结与牺牲奉献为开道精神集体领导，整体带动。我们心意精神的最佳写照，圣考宾圣老前人舍身办道，从容就义。四、后学接触逢甲伙食团的心得。法会迅速成全到亲发心的方式度人之重要。研究班，研究经典之态度。上研究班之心态。承上启下为前人不得之重要。树立修道之人生观，以成佛为志，永不退转。学界最重要的传承就是感恩，没有感恩的心就不懂得尊师重道，就不知承上启下。将感恩的心融入生活之中，那就是关怀。伙食团传承的感恩与关怀具体展现在学长学弟的互动之间，因志同道合，我们可以结交很多一辈子的好朋友。人间净土的具体展现，凡此苦乐所有，只能以幸福明之。五、伙食团学长们的言行点滴。林金雄点传师，现代七真秋长春，忠义表天，无怨无悔。办道科学化，修道古老化，勿把修道当成办事。杜教授求道的方法，修道人要对上天有信心，只要你真心修道，上天绝不会辜负你。上天给你的礼物，或许不是我们短浅眼光所认为目前最需要的，但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发现它是最好的。修道紧随天命经线老实修办，如树无根不长，办道要有立场，所谓名正言顺，素位而行，所以领了讲师在道场办事才有立场。如何突破修道障碍？王群英点传师，每天回伙食团搭伙，发乎道情，止乎礼，谨慎圆融，引恶扬善，勿情绪污染。伙食团就是修办道的地方。伙食团的基本工作就是度人成全，度人不在数，
自多寡，而在开发自己的心量，自信自度，使自己对道永不退转，即六祖所谓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循序渐进，本立道生，先学会做好人，才能做好修道人。一只燕子成不了春天，一朵花儿成不了花园，一人的努力成就不了一方道路。道路的开创有赖于大家同心协力，精诚团结方可成就。每个人如同一盆熊熊炭，火中的木炭，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依持，则生命之火永不熄灭，光与热亦将无穷无尽。一旦离开了这盆炭火，即使是火红的木炭亦将顿时冷却，光与热亦将随之消失。修道要先认清我们不是为谁在修，而是为了自己而修。大家应把修道当成是终身大事，要以身相许，从一而终。诚如老前人慈悲，修办道就是侍候众生，要为众生忙才有意义。把众生当作是自己累劫累世的亲人、恩人，来度化他们，来服务他们，来报答他们。结论：一、用自己的生命来体认道真、理真、天命真，肯定道的尊贵，树立终身修道行道之人生观。二、建立人生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三、学道越学越和气，修道越修越欢喜，讲道越讲越入信里，办道越办越契机，行道越行越中举。寻回爱众的心。陈瑞娥。一、前言。一、爱会带来祝福，哪里有爱，那里就成就了一切。二、故事，跟着爱走。二、释义。一、寻回，找回原物，透过学习与培养恢复本来。二、爱，诸天神圣。爱就是无助中的一把扶持，爱就是贫困中的真心给予，爱就是空虚里的视切慰藉，爱就是彷徨时的正确指引。凡人思爱，智慧之眼受蒙蔽。爱另一半，情侣之爱无私或爱己。立，清大研究生之爱。疼爱子孙，我孤单，他填空。爱子女，成才服务众生。或为几百年，或溺爱，要乳头之子。菩萨之爱，此也是众生。南海古佛，念念为众生的即是菩萨解释，念念为己。冤亲平等之爱，佛陀某是割肉喂鹰，忍辱仙人。德累沙，挚爱无法衡量，挚爱就是付出。照顾麻风病，为垂死病患清洗伤口的躯。天地之爱，无私无分别。天上日月照耀，大地的宽厚承载，平等的爱心。三、众，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六道众生皆眷属，妙善公主就已受伤。大龙鱼的一行，自信平等的累沙，我在众生身上都看见上帝，玉大拇指与小指。
4. 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慈悲心、喜舍心，行为本源心。参内涵与实践。1. 爱的本来面目。六祖慧能，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孟夫子，四端之心。就将落井的小孩，齐宣公放了江信中的牛，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师尊之爱，永远背着徒娃走。法会里，徒儿问师尊：师尊，怎么每当我有困难考验的时候，总是见不到老师您？师尊，为师一直都在你身边。徒儿，为什么我走到海滩时，只见到我自己脚印，却没有看到老师您的脚印？师尊，那足迹是为师的脚印。徒弟又问：那么我的呢？师尊，傻徒儿，当你遇到困难考验的时候，为师总是背着你走，你怎么看得见你的脚印呢？德雷莎修女。印度加尔各答的垂死平民之家莫其费结合部摄影维护人性尊严。没时间想自己的心脏病、细菌性肺炎、大直内侧发炎肿胀跛足。到场前辈及师母大人五大牺牲，顶节就是为成就大道场，牺牲财产尽尽为大义，牺牲名誉难堪为大人，牺牲家族情爱为大慈，牺牲生命不顾为大勇，牺牲功果不计为大志。2. 爱的层次与爱。对己纵欲力变动，心神不宁，吃过多鱼肉红豆冰。对人有利而爱必点送礼反之。吴景水教授。百花齐放论，绿叶衬红花，母女对话。子女非荣耀我之器，平等亲近之爱，不执着，无我，故能爱众，同是放下度。魔所求全现的爱。母鸡火灾护子。摩诃那摩国王拯救世家族3万余人。3. 爱心的培养与实践。成圣成贤不是奢侈品，每一个人都应该将成圣的意愿实行于生活中，真诚的爱必须表达出来。爱己，心想好事，口说好话，身行好事。爱家人，家庭是实践爱的基本单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爱众生。德蕾莎修女，人与人之间要互相亲爱，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引导众生皆成佛道，自然享极乐。人民而爱物，珍惜感恩万物。4. 爱的智慧。法家故事，藏私房钱的女儿。陈玉明与大野狼的幽默转识成智者无伤。5. 信心之爱。接纳自己。身材长相。人亦能知己10之，人10能知己100之。原谅一切，德蕾莎修女，如果我们想要爱人，就必须学会宽容别人的冒犯、过失、缺点、优点，不舍众生，给予他。济公为徒挑重担，只求重器一点真。
妙心寺为妙大师，上天使人遭遇灾难，但上天并未遗弃这个人。4. 结语。1. 上帝不是单言，是宽容，宜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不愿一人沉沦。2. 只有世人心中怀爱，世界才有和平。借人事替己身，体天恩担大任。郑小芬。前言：人事于人生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切事，替己身，在这些事中要有所警惕，有所体会。借人事的历练，使自己奋发向上，成就自己。体会上天的恩德，承担大任务，牺牲奉献，以报天恩，成就他人。1. 见荣枯之己身之虚幻。荣枯，比喻人世的兴衰、穷通。《红楼梦》第92回，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荣与枯皆是短暂的，虚幻、空幻不真实无常。人生短暂，不得久留，化短暂为永恒。世事难料，无法捉摸，以不变应万变。物质享受，乐极生悲，精神胜于物质。2. 闻是非之修身之可贵。是非是观念与立场的问题，是非非才是真理，需用智慧去判断，有智慧才不会落入立场中。是非是修炼自己心境的环境，唯有修身才能跳脱人世间的是非。古德云：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3. 学圣贤之立身于永恒，修心立命，扬名于后世。5大牺牲，一贯精神，挺身是担当。师尊此语，若无时时感念着前辈的精神，徒儿又如何效法之？如无前辈的脚步为准则，徒儿又如何走得开？师